3分钟之后，你身边的人会变成丧尸。收到这条短信的时候，我以为是谁的恶作剧。毕竟今天不是愚人节，我也只是个苦逼的互联网实习生。直到头顶的灯闪了一下，隔壁刘姐转过头的那一刻，那股扑鼻而来的腐臭味告诉我，她已经不是人了。好，脑子里只有这一个字。刚好3分钟，楼上传来凄厉的惨叫声。末世真的来了！我一口气买了100箱水和所有能吃的肉罐头。回到家中，我闭上眼睛，老天甚至给了我一个无限魔方空间，物资瞬间被吸入格子中。我以为我做好了万全准备。变异丧尸在楼体外墙攀爬，病毒通过空气快速传播了。邻居拿着斧头疯狂劈砍我家的防盗门。我在做饭，勺子突然掉在地上，墨绿色的尸斑开始向我的脸部侵袭。我变成了丧尸，我想哭，可丧尸根本没有眼泪。第26天，救援队来了。完了，我要被爆头了。我抱着膝盖缩在床角，瑟瑟发抖。咦，这只丧尸怎么这么眼熟？难道是小班长？我靠，这不是高中校霸秦洛吗？他怎么进救援队了？什么小班长？你想他想疯了吧？想起高中那个阳光下的教室，我敲桌子催作业。秦洛，发什么呆啊？秦洛缓缓凑近，嘴角勾起笑意。我裹着厚被子，蜷缩在床角，浑身僵僵的。秦洛蹲在我面前，他凑近我。喂，看着我，我问你要不要跟我走，说不准回基地还有救。还是你要留在这儿？我涣散的眼神瞬间聚焦。废话，能活谁乐意死啊？秦洛满意的点点头，起身一把抓起被子，扛在肩头就往窗台走，还不忘打趣我。走喽！想不到吧，小班长，你也落我手里了。我被扛在背上，内心疯狂吐槽：救命！谁家好人把丧尸当麻袋扛啊？直男真可怕！秦洛扛着我从3楼窗台一跃而下。几辆改装越野车停在远处，王威虎他们3个全副武装靠在车边。哟，秦哥，你那念念不忘的小班长真带上了？真的假的？丧尸也能带？滚，开车！秦洛被问得不耐烦，黑着脸呵斥他们。透过玻璃看着诡异的天空和破败的街道，车子在黄昏的公路上疾驰。突然，一头变异巨象嘶吼着冲了出来，模样狰狞，像鸣声刺耳的要命。操！动物园的大象跑出来了！异化程度1级，有点返祖现象。话音刚落，白树推开天窗，架起狙击枪，防止我被榴弹伤到。秦洛一把按住我的脑袋。这世界真是疯了，大象都变异了！最后一声枪响，变异巨象轰然倒地，天空早已乌云密布，紫色雷电在云层里翻滚。这还是开始，以后兔子都能一口一个小朋友。10分钟后有雷暴，去前面的罐头厂躲躲。罐头厂？那岂不是全是好吃的？我们很快到了罐头厂，推开沉重的仓库大门，里面堆积如山的罐头箱，一眼望不到头。这么多罐头，可惜咱们空间卡不够装啊。只有空间系异能者才能收走。我默默从秦洛身后探出头。让开，小诗诗，我要开始进货了。我伸出苍白的手指碰了碰物资箱，咻的一声，整排货架的东西瞬间消失。我操，空间异能？丧尸怎么会有异能？我傲娇地抬了抬下巴，内心暗自不屑。哼，没见过世面。我快速移动，我手指指向哪里，哪里的物资就瞬间被清空。这些物资该清理了，消失吧。发财了，以后再也不用求爷爷告奶奶找物资了。小班长就是个移动巨型仓库啊，咱们稳了。慢点收，别把脑子输傻了。我立刻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，心里回怼：你才傻。转眼到了深夜，窗外雷暴轰鸣，幸存者们缩在角落啃着干硬的面包。我们4个围坐休息，陈小飞嚼着能量棒，唉声叹气。哎，好想吃点热乎的。我悄悄把手伸到背后，动用空间异能，凭空掏出一个粉色保温杯递过去，拧开盖子，热气冒了出来，
里面是满满的皮蛋瘦肉粥。卧槽，小班长你是神仙吧？我像哆啦 A 梦一样，又掏出茶叶蛋、大肉包和小番茄，大家狼吞虎咽，车间里瞬间有了暖意。我的呢，带了你一路，我没有吗？我心里暗笑，故意逗他，逗你玩呢。随后掏出一个橙红色保温杯，秦洛喝了一大口，满脸满足。算你有良心。应急灯忽明忽暗，幸存者堆里突然传来女人的凄厉尖叫，潜伏期感染者尸变了。它咬人！人群瞬间炸锅，恐慌的尖叫此起彼伏。秦洛眼神瞬间变冷，沉声开口：潜伏期感染。他立刻拔枪起身，动作快如闪电。就在这时，头顶的铁皮窗传来刺耳的抓挠声，下一秒玻璃轰然炸裂，几道黑影伴着婴儿似的怪叫窜了进来，是双眼猩红、獠牙外翻的变异猴子。他们倒挂在房梁上，目光死死盯着我。秦洛瞬间挡在我身前，心里第一次真正明白，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末世。深夜，獠牙外翻的变异猴撞碎窗户，狂冲而入。不要乱，往中间靠。幸存者尖叫奔逃，场面彻底失控。白树、陈小飞立刻背靠背应战，枪火狂喷，可变异猴皎洁如影，子弹根本无法命中。队长秦洛眼神一厉，刀锋斩过，一只扑来的变异猴当场被拦腰斩断。我缩在角落，那东西长得真丑，牙齿比我还尖，可落单的我转眼就成了猴群的目标。我掌心翻涌，空间波动，一把巨型橘红伐木电锯凭空现世。我猛地拉响电锯，震耳咆哮轰然炸开。我不想死，既然不想死，那就只能让你们去死。只要切开就不会痛了。电锯声渐息，我垂下手，白树和陈小飞冲至通道口，猛地叉脚，瞳孔震裂，眼前残肢血迹遍布。立在血泊中提着滴血电锯，我缓缓转头，沾着血点的脸上只矜持的点头，软糯应了一声。这是什么恐怖片现场？小班长，你还好吗？差点以为他彻底狂化了，结果还跟我打招呼。激战落幕，众人在休息区休整。秦洛手中捏着一颗黄光莹莹的一级一盒，目光瞬间死死锁住。在我眼里，它就是清甜的青苹果糖果。嘴角偷偷流涎，心里疯狂哀求：给我吧，给我吧，求求你了，秦大队长！我操，秦哥你别乱来，那可是一盒，会死人的。不过一颗1级1盒，它的价值难道不比这东西高？毫不犹豫塞进嘴里，嘎嘣脆响，便吞了下去。暖意瞬间涌遍全身，疲惫尽消，脸上漾起极致满足的笑意。越野车在废墟荒野公路上疾驰，30米高的巨型围墙矗立天际，城门上镌刻的 H 市幸存者基地赫然在目。才1个月，人类就建起这样的生存奇迹。白天的 H 市基地大门人头攒动，幸存者排着长队接受检查。队伍末尾，秦洛朝我招手，我立刻懂了，乖乖走过去，任由他把我抱起。他像抱大号手办似的，单手把我托在臂弯，大步走向检查口，动作熟练的不像话。我趴在他肩头，好奇地打量四周，排队的人都投来惊异的目光。秦哥，这你带回来的小妹妹是谁家的？还要隔离吗？别管，我带去找季教授。杜春江没再多问，放我们进了基地。走进特殊地铁通道，列车疾驰，满是未来感。很快到了负8层，电梯门一开，就看到大乔、小乔双胞胎在争论。哇，这就是那只小丧尸，快让我看看，真的没有心跳吗？离小乔远点，他昨天还想把一个长出鱼鳃的异化者解剖了。解剖？我吓得瞬间从怀里缩出来，死死躲到秦洛身后，抓住他的衣角，心里疯狂呐喊：救命！这地方比外面还可怕。接着我被带去做体检，冰冷的机械臂抽我的血，机舱缓缓移动扫描我。检查结束后，季教授拿着检测单，表情从严肃变成慈祥的惊讶。奇迹，除了没有心跳，其他器官与常人无异。乖孩子，你是独一无二的。要不要留在研究所给我们打杂？只要偶尔让我们抽点血，切片研究一下。我拼命摇头，抓起平板快速打字。我要跟秦洛走。别吓他了，异能检测结果是5。呼，还好没查出空间异能，不然家底都要充公了。我开心地蹭了蹭秦洛的手臂，一个电子金属项圈咔嗒扣在我脖子上，绿灯亮起，代表安全。秦洛拿着平板走过来，一脸得意。
我摸了摸冰凉的项圈，伸出苍白的大拇指，给了他一个大大的赞。走出科研中心，我光着脚踩在冰凉地面，秦洛顺手拿了双一次性棉拖鞋扔给我，心里暖暖的。他带我到分配的公寓，推开房门，阳光洒在干净的床铺上。我就住隔壁1900，有事敲门。门关上，我立刻卸下拘谨，欢呼着扑上床打滚。玩累了，我打开手环全息投影，哪里都不安全，得多囤点货。哗哗的水声伴着我用力搓衣服的声音，双手沾满肥皂泡。叮咚一声，门铃声打破宁静。我愣了愣，没擦手上的泡泡，早就跑去开门。秦洛和陈小飞正站在门口，可秦洛的目光扫过浴室，看到那件染血的睡衣，笑容瞬间没了。他一把推开我，大步冲进浴室，用2根手指嫌弃地拎起滴水的睡衣，像拎着生化武器。这是污染源，变异猴子的血也敢洗，不要命了！我举着满是泡泡的手，呆呆地看着那个垃圾袋，心里满是委屈。洗手，这种东西扔有害垃圾桶，以后缺什么跟我说，别省要命的钱。凶什么凶？那是我最喜欢的睡衣啊！误会解开后，陈小飞把一个透明亚克力盒子推到我面前。小班长快看，秦哥花大价钱买的零食，欢迎你入队。我眼睛瞬间亮了，凑过去深深吸了一口，满脸陶醉。绿的青草味，红的烤肉味。偷偷瞄了眼秦洛，心里软乎乎的。这家伙虽然凶，人还怪好的，委屈一下子就没了。没多久，白叔和王威虎也来了，我们围坐茶几旁准备暖房聚餐，可桌上只有半罐老干妈和干硬的馒头。陈小飞和王威虎抢辣酱，又好笑又心酸。我默默把干馒头推到一边，抬手一抓，4个冒热气的饭盒和4碗白米饭凭空出现，鱼香肉丝、黄焖鸡、青菜、番茄鸡蛋汤。4个大男人彻底定格，满脸震惊。陈小飞手里的馒头啪嗒掉在地上。小班长，你是哆啦 A 梦还是神仙下凡？热的，我都快忘了黄焖鸡的味道了。太好吃了！小班长万岁！你这空间是冰箱还是保温箱？谢了。饭后，大家瘫在地毯上消食。白树拿出平板点开地图。 C 市有全国最大粮仓，虽有高阶异化生物，但拿下能缓解粮食危机。就去 C 市，顺路去爱市补充武器装备。许多多，你空间还能装多少？我立刻伸手比划一个超大的圈，粮仓全是好吃的，必须去。大家忙着检查装备、擦枪支，我往空间里塞空油桶，准备装粮食。有队友、有目标的感觉真好。我是许多多，看着高高的车门，踮着脚尖扑腾了半天。许多多，你这力气怕是全用在吃饭上了吧？连车门都爬不上。掏出藏在口袋里的木哨子，轻轻吹了一声。哈哈，以后这就代表收到了。小班长这招聪明。瞥了他一眼，又望向窗外那辆帅气的战车，心里暗暗发誓，等我异能进化了，一定要长高，再也不用被秦洛当小猫提。车子刚开没多久，就闯进了暴雨区。突然，一个脸盆大的东西砰的一声砸在我旁边的车窗上，是只布满倒刺的变异青蛙。赶紧掏出强力杀虫剂和打火机，趁着秦洛稳住车的间隙，对着外面喷药剂，点火，把那只变异青蛙烧成了火球，坠下去被车轮直接碾爆。火灭了，雨水顺着车窗缝隙飘进来，打湿了我的头发和座位。没事吧，多多？反应很快，身手也利落。我愣在原地，还没缓过神来。秦洛带着陈小飞他们先去清理外围的丧尸，我则直奔加油站的地下油罐输油口。王威虎帮我打开盖子，我指尖一碰油管，发动空间异能，瞬间就空了。我得意地笑了笑，转身就冲进了旁边的便利店，泡面、饮料、零食，甚至连货架都没放过，全都无声无息收进我的空间。便利店就被我搬得寸草不留。多多不愧是囤货狂魔，太牛了！我心里美滋滋的，满满的满足感。清理完外围，我们走进服务区食堂。这时，手腕上戴着绿水鬼手表的男人走了过来。哥们儿，你们是国家派来救我们的吧？只要先送我回 K 市，我爸给你们一大笔钱。这些妹子随便你们玩。收起你那一套，恶心！末世里没有特权，没人会惯着你。和洋葱比起来，角落里的赵刚、刘春慧夫妇就亲切多了。那个，你们需要帮忙修车或者做饭吗？我们都能干。我们有任务在身，不能单独护送你们，但给你们一个选择，明天跟着车队出发，
要么就留在原地等死。我的目光被刘春慧煮面的锅吸引，那股熟悉的烟火气让我觉得这位阿姨格外亲切顺眼。清晨的服务区停车场，一辆侧翻的快递货车旁散落着无数包裹，我像掉进米缸的小老鼠，快乐的停不下来。我拆开一个包裹，拿出粉白色毛绒兔子发箍戴在头上，晃了晃脑袋。秦洛走过来，本想催我出发，看到我这模样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拆开一个俄罗斯套娃，反差感拉满。我又拆出大金手镯，正往手腕上套。财不外露，懂不懂？小心被拐走。不过这发箍挺适合你，别玩了，该出发了。哇，我拆到大牌皮带，小班长运气也太好了。我看着一堆战利品，心里美滋滋的。拆快递也太快乐了。小队出发，秦洛开越野车开路，赵刚开幸存者大巴紧随其后。盘山公路上，阴天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后视镜里，一道黑影在树林里晃动，是 S 级通缉犯，变异蛇人梁勇。我吓得立刻抓起木哨子，疯狂吹响。秦洛眼神一凛，猛打方向盘，沉声喊着坐稳。越野车惊险甩尾漂移，轮胎摩擦冒起青烟。大巴剧烈摇晃，洋葱吓得瘫在座位上瑟瑟发抖。赵刚却死死握方向盘，沉稳跟上。秦洛对着对讲机怒吼部署：老王，带幸存者先走，我们断后。这东西冲我们来的。秦队放心，赵刚踩油门，别回头。秦洛把越野车横停在高速中央，三人下车对峙蛇人。蛇人上半身人脸扭曲，开口发出刺耳声波，白树无耳流血，眼睛震碎。秦洛缠上雷电，挥刀砍去，却只溅起火花。蛇人尾巴横扫，陈小飞被击飞吐血。秦洛口吐鲜血，却依旧凶狠怒吼。我看着秦洛濒临危险，心脏像被揪住，恐惧和愤怒瞬间爆发，空间异能彻底激活。我撞开车门冲了过去，挡在蛇人面前，哪怕像蝼蚁对巨龙也绝不退缩。蛇人张开巨口咬来，我抬起手对着他狠狠一握，嘶吼着发动必杀技，空间挤压，蛇人头部空间扭曲塌陷，砰的一声炸裂，血雨漫天。我浑身是血，呆呆坐在血泊里，还没缓过神。秦洛拖着重伤的身体走来，用沾血的手擦去我脸上的血污。吓傻了，做得好，救了大家，咱们赢了。雨后，越野车内满是温情，心里坚定。我杀掉了怪物，我也能保护你了。窗外雨停，阳光洒进来，照亮了我们彼此依靠的希望。蛇人之战后，我们坐着布满泥泞血迹的越野车撤离。秦洛一身战损，手臂绷带还在渗血，我靠在他怀里，累得睁不开眼，只觉得好饿。这蛇人太猛，咱们差点折呢。因祸得福，大家异能都有突破迹象，尤其是小班长的空间挤压，堪称神迹。嘘，小声点，他累坏了。我们抵达废弃仓库休整，夜色渐深，秦洛躺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我蜷缩着像个毛毛虫，凭着本能蹭到他身边，闭着眼对准他的手腕，嗷呜一口咬了上去。秦洛猛地睁眼，浑身紧绷，可看清是我后，瞬间放松下来。祖宗，你把我手当磨牙棒了，全是口水。次日清晨，仓库里渐渐热闹起来，一个叫穆恩雅的女异能者拿着平板犹豫地走过来。你们被挂在论坛上了。陈小飞抢过平板，论坛热帖里偷拍的照片被恶意解读，恶评刷屏，他气得炸毛怒吼：谁这么缺德？这是我们小班长，是战友，思想真龌龊。秦洛拿过平板，脸色阴沉，手指飞快打字，直接艾特造谣者，语气极具威慑力。勇哥，当面聊聊，再造谣一句试试。他站起身，目光扫过人群，很快锁定了躲在角落偷拍的猥琐男，大步走过去。猥琐男吓得手机掉在地上，浑身发抖。哥们，对我们3A 挺有想法，出来聊聊。秦洛像提小鸡似的拎着他往仓库外走，我蹲在地上，手里拿着黄色一盒，还处于呆滞状态，只顾着用小尖牙啃一盒。我嘴角上扬，心里想着，吵死了，还是一盒好吃。秦洛的味道好像更香。白天的 C 市商圈满目疮痍，陈小飞眼睛一亮，黄金发了！我立刻化身小仓鼠，在货架间穿梭，手指一点，帐篷、冲锋衣全被收进空间，片刻就搬空了整家店。他抬手一枪爆掉柜台里的丧尸，我淡定跨过尸体走进来，小手一挥，整柜金条金饰全被清空。跟着小班长混，3天吃9顿，太爽了。小队满载而归，越野车驶入 H 市基地，天空变成诡异的黑紫色狂风。紧急通知：超强台风暴龙将在24小时内登陆，全基地停工停产，请幸存者回到室内。别看了，再看把你追跑了。我仰头望着黑压压的天，项圈泛着绿光。秦洛回头，一把将我拉进楼道。当晚，
我们聚在陈小飞的公寓，我站在桌边，像哆啦 A 梦似的疯狂掏物资，最后一瓶茅台咚的砸在桌上。小班长，你就是我亲妹子。当当当，变异大虾，300积分一盒的奢侈品。这东西能吃？秦洛夹起一块虾肉，我鼻子一动，我嗷呜一口咬住，慢慢咀嚼，下一秒，鲜甜 Q 弹的味道直冲天灵盖。完了，小班长是不是中毒了？他是好吃到宕机了。我猛地回神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锅里，他看着满眼期待的我，温柔一笑，大喊一声开动，屋内火锅热气氤氲，大家举杯大笑，暖意驱散了所有末世的寒冷。狂风卷着暴雨砸向地面，突然主电源全部跳闸，秦洛的战术手环剧烈震动，红色警报刺眼亮起，他眼神一沉，挥手示意出发。走。我抱着巨大的橙色电锯刚跑2步，就被他像扛大米似的捞到肩上，在风雨中狂奔。抬头望去，能见度几乎为0，天上的乌云竟是数万只篮球大的变异蝙蝠，刺耳的声波瞬间震碎整片街道的玻璃窗。挡住！陈小飞借风系异能跳跃拉扯仇恨，秦洛双刀出鞘，雷电缠绕刀身，每一挥都有蝙蝠炸成血雾。但凡有蝙蝠偷袭秦洛后背，我就挥锯劈砍。太多了，杀不完，大家靠拢！可蝙蝠杀之不尽，我们人人带伤，体力飞速消耗。蝙蝠群汇聚成接天连地的黑色龙卷风，带着毁灭之势压来。秦洛高举双手引动天雷，球形闪电炸开，却挡不住前赴后继的蝙蝠。黑暗、腥风、振翅声交织。完了，他们被吃掉了。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不能让他们死。我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，以我为圆心，透明的空间波纹轰然炸开，将队友们牢牢护在里面。蝙蝠撞上来，全被空间之力弹开碾碎。秦洛立刻将雷电全力轰在罩壁内侧，保护罩变成雷电光球，触碰的蝙蝠瞬间化为焦炭，满地都是蝙蝠尸体和异核。保护罩散去，我脸色惨白，身体一软倒了下去。他紧紧抱着我，我靠在他怀里。徐多多，异能透支了，快带他回去！蝙蝠战后的白天，我从昏睡中醒来，揉着眼睛还带着呆滞，可看清卧室的瞬间，我彻底愣住了。半个房间被各色异核堆成了小山，红橙绿蓝的晶体闪闪发光。醒了，这些都是你的零食，以后别啃磨牙棒了，看着怪可怜的。我抓起一把异核，幸福感直冲头顶，心里疯狂刷屏，发财了！这么多好吃的，秦洛他们对我真好。我们来到科研中心，季教授推来银色金属箱，里面是泛着微光的蓝色药剂，语气意味深长。这是异核稀释液，能提升异能，就是有点小副作用。秦洛他们对视一眼，悲壮地走进注射室。我乖乖坐在走廊长椅上，突然一个幸存者路过，出言嘲讽：哟，这就那只傻傻的小丧尸。话音刚落，注射室大门被猛地踹开，秦洛黑影一闪，一脚踹飞路人。我瞪大眼抬头，瞬间呆住，他黑发间立着灰色狼耳，身后一条蓬松狼尾正烦躁甩动。我控制不住对毛茸茸的本能，直接扑上去，抱住它的尾巴蹭来蹭去，心里尖叫：大狗狗！撒手，别摸，我是狼！汪汪！行，我是狗，回家给你摸行了吧？下一秒，陈小飞冲出来，背后张开彩色大翅膀，兴奋大喊：我来了！看，我会飞！白树阴沉着脸走出，一抬胳膊，腋下的飞膜露了出来。拟态西伯利亚部署。我们又把不肯出门的王威虎拖出来，他壮硕的身上顶着圆虎耳，还有粗壮虎尾，活像超大号橘猫。哈哈哈哈！老王你哪是老虎，分明是橘猫。我看着眼前的灰狼、花翅膀鸟、飞鼠和橘猫，幸福的眯起眼睛，心里软软的。以后家里更热闹了。秦洛无奈叹气，狼耳还在微微抖动，可我的视线全程粘在他蓬松的大尾巴上，闪闪发光。3A 小队全员兽化，乱成一团，却暖得一塌糊涂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不只是战友，更是一家人。兽化之后的白天，公寓客厅里，秦洛狼耳还在轻轻抖，蹲在我面前耐心教我新异能。集中注意力，让能量伸出去，抓住它。我憋红小脸发力，桌上水杯咻一声凭空消失，隔空取物成了，隔空取物，小班长牛逼！我又隔空抓走纸巾盒，秦洛笑着说效率翻倍。新技能到手，我们立刻出发，去平安县粮仓运粮。晨光里，32座巨型粮仓像白色城堡，一望无际。
王威虎推开铁门，门后金黄凉山直冲天花板，香气扑面而来。我囤货魂瞬间觉醒，抬手隔空一挥，数吨粮食瞬间清空。我在粮仓间不停穿梭，一座、两座、三座，全部搬空。最后一座粮仓，我双手一合，整片凉山消失无踪。32座粮仓全空，搞定。回程车上，白叔算账，这些粮食够整个基地吃很久。我钻进意识空间，看着魔方里堆满金灿灿的粮食，心满意足，掏出磨牙棒，咔嚓咔嚓啃。发财了，小班长是聚宝盆。越野车回到基地，工作人员杜春江一眼认出我们，激动跑过来。洛神，你们灭了3星怪物，还带回粮食，太神了！运气好，帮忙入库。杜春江趴在窗边，小声夸我高冷漂亮。秦洛回头看我发呆，忍不住低笑。他不高冷，只是在想晚上吃什么。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从今往后，3A 小队不只是最强战力，更是整个基地最靠谱的希望与粮仓。蝙蝠战后的清晨，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房间，我迷迷糊糊坐起身，看清房间的瞬间彻底愣住。行了，这是昨晚的战利品，23000颗，全是你的零食，收着吧。咱们队不缺积分，以后丧尸一盒给你当钱花，兽盒给你长身体。我紧紧攥着他塞来的一盒，心里甜得冒泡。秦洛真是世界上最好的饲养员，他像抱大号娃娃似的把我拎进浴室，挤好牙膏递给我，抬头对上镜子的瞬间僵住。镜子里的我，银发及腰，睫毛雪白，瞳孔银灰，陌生又怪异。我愣了2秒，爆发出惊天哭声。客厅里的3人吓得笔都掉了，一窝蜂冲过来。哎呦，祖宗别哭，这是异能透支后遗症，小乔说没事的。好看，特像2次元女神，真的。让他吃颗一盒试试，补充能量，应该能恢复。我委屈巴巴掏出一颗一盒，咔嚓咔嚓，很嚼泄愤。下一秒，银发从发根变黑，我确认变回来，立刻破涕为笑。小乔过来帮我伪装异能评级，填成速度蜥蜴界，完美掩人耳目。收拾妥当，我们下楼去大礼堂。小区里满是生活气息。快点快点，修剪整齐点。老王八早啊，哥哥，我上班去了。鸡哥早，鸡哥都吃上国粮了，真让人羡慕。这鸡大哥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？还挺威风。我看着努力生活的异化者邻居，看着身边的队友，心里暖暖的。大家都在努力生活，比外面的世界可爱太多了。表彰大会一结束，我们拿着工匠部带金券，直奔赛博朋克风的工匠部大楼。双刃加导电暴击，全套加重，枪械优化，暗器加淬毒槽。我费力拖出血迹斑斑的巨型电锯，哐当砸在台上，柜台小姐姐当场瞳孔地震。这把电锯无限续航，削铁如泥。我眼睛瞬间亮成星星粉色电锯，暴力美学太酷啦！离开工匠部，我们冲进热闹商业街，不羁奶茶店前排长队。经典系列来10杯，变异创新系列来10杯，尝尝鲜。你好，马上给你做，稍等。我们全员石化。原来鸡哥的铁饭碗是做奶茶。我捧着超大杯奶茶猛吸一口，香甜直冲头顶，幸福的晃脚丫，心里悄悄改名，以后不叫坏东西，叫饲养员1号。街角炼金师小林的宝藏店格外神秘，后果自负，后果自负。这件加攻速加力量。变色龙系列带隐身去试。我穿上绿裙，轻轻一动就凭空消失，隐身成功。卧槽，神装啊！一看吊牌30万积分，我吓得掏出可怜的一盒比对，沮丧想脱下来。刷我的，这点分我还出得起。谁家初恋谁买单？秦哥大气。骗你的，哥积分花不完，都买了。我抱着3套小裙子，被秦洛牵着手走出小店，温馨到发光。谢谢惠顾 ，VIP 会员赠送神秘礼物1件。我手里多了块电子卡，上面写着万能解码器未测试。我举着卡片歪头困惑，小声嘀咕：这玩意儿能吃吗？商业街购物回城，我们被温柔又诡异的大乔拦下，邀请去他家做客。一进后院，我们全愣住了。小路两旁种满1米多高的食人花，每朵花都长着婴儿脸。风一吹，满院子都是婴儿哭声。大乔抛出土豪带蝙蝠肉，食人花蜂扭争抢，咀嚼声头皮发麻。陈小飞靠太近，一脚被咬住。秦洛立刻把我护进怀里，掌心亮起雷电，食人花瞬间缩成一团发抖。大乔，你养宠物的口味越来越行了。这是112代，智商高就是有点熊。到了客厅，大乔点开平板，里面是3星丧尸的惊悚视频。他说朋友被困，
总指挥金川琼厌恶异化者，怕他牺牲朋友，开出500万积分加5个人情的报酬。我听懂要帮忙，轻轻拽秦洛衣角，眼神认真想去。秦洛叹了口气，勾着嘴角说接了，正好带孩子见世面。那家伙原名叫金大鹏，嫌土才改的金川琼。伪君子拿队友当炮灰上位。记住，他敢欺负你就狠狠揍，打不过喊我给你找场子。我乖巧点头，瞬间有了靠山。晚上，王威虎家餐桌上摆满美食。秦洛宣布，接下来3天全员魔鬼特训，分配好各自的教学任务。我立刻放下筷子，举起平板，上面认真写着教我想学。训练场上，秦洛毫不留情，一个过肩摔把我摔倒地上，我咬着牙爬起来，再次冲上去，白树手把手纠正我握枪姿势，我学得格外专注。晚上休息，我从空间里掏出大量生鲜食材，交给王威虎改善伙食。看着忙碌的队友，我悄悄握紧拳头，心里无比坚定，我要变强。3天特训结束，我们直奔工匠部领新装备。那把我盼了好久的加强版双轮电锯终于摆在眼前，我一把抱住，脸颊贴在锯片上，心里狂喊：这是我的战场伙伴！双刃加雷电，枪械全部优化完毕。队友们气场全开，我抱着粉色电锯混在猛男队里，我努力装冷酷，可眼睛还是亮晶晶的。秦洛笑着揉我脑袋，满眼宠溺。全员神装就绪，越野战车轰鸣，开往高速集结地。刚到就听见争吵，金川琼嚣张喊着要直接轰炸，根本不管幸存者。玫瑰小队木梅当场怼回去，双方剑拔弩张。3A 小队一出场，气场直接压过全场。还没打怪，先内讧，总指挥架子挺足。金川琼忌惮秦洛，却把火撒在我身上，故意当众嘲讽我是丧尸，是拖后腿的摆设。速度细一阶，带着就是笑话。这句话点燃我所有怒火，特训成果瞬间爆发。我红裙一闪，猛地踹在他胸口，他踉跄后退，满脸不敢信。找死！他开启3阶金属化，重拳砸来，我矮身躲开，扫堂腿精准踢中他薄弱膝盖，他当场摔得狗吃屎，全场鸦雀无声。我瞬间变回小哭包，跑回秦洛身边，举起有点疼的小手求摸摸。秦洛温柔给我呼呼，眼神却冰寒。下一秒，晴空惊雷落下，雷电狠狠劈在金川琼身上，他直接被电瘫。总指挥，我接管。许多多是3A 正式队员，谁再敢骂他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全场震慑，无人敢言。我靠在秦洛身边，我变强了，以后我也能和他一起守护大家。迷彩战车再次出发，直奔恩市。这一次，谁也别想再欺负我们。出征恩市的白天，国道被丧尸潮堵死，新人小队背靠背苦战，而我们3A 小队像人形推土机一样向前平推。下一秒，我的粉色电锯轰鸣入场，我扛着比自己还大的电锯冲进狮群。这就是3A 的实力吗？太可怕了！那只小丧尸比我们还像战神。我停下电锯，淡定用钳子撬出一盒，随手丢进背包。动作熟练的可怕，囤一盒的快乐，谁懂啊？看到没，我们打了6000颗。哎呀，才25000多颗，看来还得努力啊。金川琼的笑容瞬间僵住，脸色铁青。秦洛回头夹起无骨鸡爪塞进我嘴里，我鼓着腮帮子，呆呆嚼着咽下。跟着小班长，末世过程野餐，爽！深夜，废弃高楼里，水杯水面剧烈震颤，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。秦洛猛地睁眼冲到窗边，窗外8、9米高的3星巨型丧尸缓缓升起，喷吐着绿色毒气，比资料里还要大，至少9米。全员准备，速战速决。我们掏出拟态药剂注入颈部，秦洛长出狼耳狼尾，雷电暴涨。陈小飞展开双翼冲破窗户，王威虎化身虎人，肌肉奔张，白树飞鼠形态倒挂高空，瞄准怪物眼球，战斗爆发。陈小飞高空投弹，白树精准点射，王威虎正面硬扛。我化作红色残影，粉色电锯带着火花，狠狠切入怪物脚踝跟腱。怪物暴怒，发出声波尖笑，震碎玻璃。给爷爬！巨雷劈下，怪物轰然倒地。我高高跃起，落在他头颅上，电锯全力发动，直插而下。看着巨大的尸核，一定很好吃吧？
BOSS 战结束，巨型丧尸倒在废墟里，黑烟弥漫。我穿着沾满血污的洛丽塔，蹲在腐肉堆里，巧手费力摸索。忽然猛地一掏，一颗拳头大、红光流转的3星红水晶一盒出现在我手里，嘴角溢出口水，我眼睛瞬间亮得发光。哇，大宝贝，好像草莓味硬糖，不管能不能吃，飞快往小兜里塞，先藏好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名牌皮靴咚的踩在我面前的石块上，金川琼带着金鹏小队围过来，把我堵在中间，小手死死捂住口袋，一脸警惕。慢着，这东西你不能拿，怪物是我们设陷阱耗空体力的，按规矩一盒归我们。放屁！打的时候你们躲得比兔子还快。那是战术迂回，我是总指挥，有权分配，拿来吧你。还伸手来抢我的口袋，我敏捷后退躲开。为了不暴露秘密，只能装弱小，小声嘟囔：“是我挖的。”他步步紧逼恐吓我。突然，刺耳的电流声响起，一道紫雷鞭从天而降，炸在金川琼手前，他吓得缩回手惨叫。秦洛单手插兜，把玩着雷球，面无表情走来，身后队友杀气腾腾。你的战术迂回是躲在卡车底下尿裤子。金队长，你脸皮是防弹衣做的吗？我全程录像了，你躲在公厕后面的英姿能发总部大屏循环播放。我们作证，怪物是3A 独立击杀，金鹏全程划水。幸存者们纷纷怒骂，金川琼脸色长成猪肝色，灰溜溜带着小队跑路。秦洛转身看向我，眼神瞬间温柔。收好，这是你的战利品，谁抢剁谁手。队伍休整撤离时，我忽然顿住，歪头望向角落裹着斗篷的女孩，吸了吸鼻子，那个姐姐身上的味道好像大乔，她就是大乔拼命要救的朋友。夜色里，一场新的羁绊正悄悄开始。临时营地里，我看到角落阴影里裹着斗篷的姐姐，她背后的枯叶翅膀布满裂痕，像一阵风就能吹碎，周围人都嫌她怪异。我抱着压缩饼干蹲到她面前，轻声问她认不认识大乔。她的复眼猛地颤动，嘶哑着问我是不是认识大乔？我是大乔的朋友，他很担心你，让我们来救你。他握着压缩饼干，眼眶泛红，从怀里掏出一根枯萎的棒棒糖递给我。我郑重接过，认真告诉他，大乔很好，他也是好蝴蝶。夕阳下，我们2个建立起温柔的友谊。休整完毕，我们带着他坐上房车返程。秦洛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，脸色潮红，像是不舒服。突然，噗的一声，秦洛的黑发间弹出灰色狼耳，身后钻出蓬松的大狼尾，尾尖还在无意识扫来扫去。开车的陈小飞吓得方向盘一抖，惊声大喊：“我操，队长，你又反祖了！这尾巴比上次还蓬松。”闭嘴！看你的车，不过是精神力透支，很快就消。我正低头数一盒，余光瞥见那条大尾巴，瞬间把宝贝一盒抛到一边，眼睛亮成星星，蹑手蹑脚凑过去，猛地一抓，却扑了个空。许多多，不许摸，男人的尾巴不能随便摸。就摸一下，一下下就好，看着好软。秦洛坚决不许，我气鼓鼓地躲到角落，画着玻璃生闷气，还故意拿火腿肠喂空气，气小气鬼。秦洛坐立难安，狼耳耷拉成飞机耳，慢慢挪到我身后，他的狼尾悄悄探过来，尾尖轻轻扫我的手背。秦洛假装看窗外，别扭地说给我捂手，我瞬间变脸，一把抱住大尾巴，埋进去疯狂吸入。嘿，抓住了，大狗子真好。我看队长这辈子是栽在许多多手里了。就在车内温馨又搞笑时，陈小飞突然猛踩刹车，刺耳的刹车声响起，我们都撞在一起。抬头一看，高速路断裂了，前方是望不到边际的汪洋，废弃高楼立在水里，诡异又吓人。高速路断裂尽头是无边无际的恩市积水区，迷彩越野车开启潜水模式，扎进幽暗的水下深渊。淹没的街道，还有巨型变异水草，像鬼手拂过车窗，众人神情紧张，唯有我脸贴车窗，好奇地打量着一切，毫无惧意。一条3眼怪鱼游过，我扯了扯秦洛衣袖，满是期待。秦洛，那个红烧好吃吗？看起来肉很多。有毒不能吃，认真警戒，水下很危险。话音刚落，车身剧烈震动，一只半米长的变异龙狮撞在车窗上，镰刀前肢凿击玻璃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刺耳声响。陈小飞脸色一变，大声提醒：“是变异龙狮，可饮无罡，群居肉食性，这下麻烦了。”10几只龙狮瞬间包围车辆，撞击声此起彼伏，驾驶座玻璃出现裂纹，白树举枪预射，
却被秦洛按住。不能开枪，水下跳弹会误伤，我也不能用雷电，水会导电，我们都会被电熟。白树满脸憋屈，有力使不出王威虎和陈小飞顶住玻璃，急得满头大汗。就在绝境中，我看着龙狮，忽然眼睛一亮，这个炸着吃肯定香。我伸手一掏，空间波纹闪动，拖出一个不锈钢加粗深海捕捞网，兴奋地喊：上次囤的，能捞鲨鱼。秦洛一脸懵逼，问我囤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踩着座椅，拉开天窗投放口，把渔网伸出去，快准狠罩住3只龙狮，爆发怪力扯下来，大喊：收收收，回去炸着吃。3只龙狮瞬间被我收进空间，嘴里念叨着回去能凑一桌菜了。原本危急的危机被我的囤货渔网轻松化解。没多久，越野车哗啦一声冲出水面，稳稳爬上废墟高地。刚松口气，车载广播传来微弱的求救声，很快被电流声淹没。信号源在前面鬼楼，末世前就闹鬼，里面全是变异怪物。我们望向那栋被藤蔓缠绕的鬼楼，死气沉沉，乌鸦嘶哑的叫声更添阴森。鬼楼的阴影下，新的恶战即将拉开序幕。我们驾驶迷彩越野车驶出积水区，停在鬼楼楼下。楼前一棵变异枇杷树破墙而出，枝繁叶茂。我昂着头，嘴角流口水，眼睛亮得发光。大果果看着就好吃，我去摘，正好给大家解解渴。说着就展开翅膀，腾空飞向树冠。就在他手指刚碰到枇杷的瞬间，3楼窗户哐当被推开，一根生锈晾衣杆带着风声抽出，啪的抽在他手背上。谁家熊孩子下手也太狠了，差点给我骨折。我们抬头望去，3楼窗户后，小男孩程程举着晾衣杆，滚开，那是我们的，不许偷我家东西。他身后缩着怯生生的妹妹程爱，紧紧抓着他的衣角。你们这些小偷，滚！这是爸爸妈妈留给我们的。我指着自己，一脸懵，我是小偷。心虚的抠了抠手指，小声嘟囔，确实是想拿。小飞，下来，别跟孩子动手。队长，这小子劲儿真大，肯定是力量变异。我看着楼上瘦得皮包骨头的兄妹俩，听到程爱的肚子咕咕叫，他盯着枇杷，眼神满是渴望。我心里一软，小声对秦洛说，他们好像比我还饿。我伸手一掏，拿出2个热乎的海苔饭团和2盒纯牛奶，举高高对着楼上喊，小孩，拿这个换果果热乎的，很好吃。哥哥香，真的给我们。秦洛仰头告诉他，只要你们不攻击，我们还可以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。陈小飞虽委屈，还是飞过去把饭团和牛奶递过去。程程先掰大半给妹妹，是热的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哥哥，果子你们摘吧，反正我们也吃不完。之后，陈小飞采摘枇杷，我迫不及待咬了一口。秦洛看着我们和楼上的兄妹，嘴角带着温柔的笑。我们带着洗干净的兄妹俩上车，车辆驶离。我贴在车窗回头，看见积水区水下一道巨大的长条形黑影缓缓游过，带起细微涟漪。那是鳝鱼吗？好大，比所有鱼都大。那不是鳝鱼，是潜伏的巨型变异怪物。它的目标似乎就是我们的越野车。新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。恩市积水渐渐退去，裸露的街道布满淤泥和青蛙粘液，腥臭刺鼻。我的天，癞蛤蟆开会，密集恐惧症都犯了，太恶心了。是变异青蛙，舌头有倒刺，攻击性强，小心别被缠上。话音刚落，一只青蛙的长舌射出，击穿金属路灯杆，留下深深的坑。就在这时，高架桥上，秦队长送你们一份大礼，慢慢享受吧。他抛下红色诱饵，血腥味四散，变异青蛙瞬间暴动，像绿色潮水扑向房车，撞击声不断，车身剧烈晃动，车窗布满粘液。王威虎急得大喊：车轮打滑，开不动！视线受阻，车轮打滑了，全是青蛙，根本开不动。不能用大范围雷暴，车上有粘液，导电会把自己人送走。这种青蛙在 B 市是很昂贵的食材，一只大概能卖60积分。我瞬间满血复活，眼睛亮成金币，死死盯着它。能吃，能换积分，这分明是行走的金条啊！秦洛一声令下，我们戴防毒面具和手套下车。秦洛精准放电，电晕青蛙。陈小飞黄金右脚，一脚一个踢向我。我撑开空间入口，疯狂收青蛙，嘴里默念全是积分。我们配合默契，蛙巢变成大型进货现场。没多久，我的空间就囤满了。几天后 ，H 市基地我的房间里，我抱着平板，得意地看基地论坛。我的粉丝破万了，可看到一条高赞评论，我瞬间呆滞。
小女孩的裙子是高级宝物，价值100万积分，想抢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心爱的裙子居然会引来觊觎，新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。论坛风波后，我在 H 市基地彻底出名了。我戴着大墨镜，缩成一团，紧紧抓着秦洛衣角，不敢抬头。那就是论坛上电锯小丧尸。她裙子是宝物，扒下来能换一套房。一道道贪婪目光扎在我身上，我只是想穿漂亮裙子，为什么要被这样盯着？再看，挖了你们眼睛。那些人立刻吓得四散而逃，可身后还是有鬼鬼祟祟的人跟着，盯着我的裙子图谋不轨。队长，我去收拾这些苍蝇。先去炼金店解决裙子的事。我们拐进小巷，来到一家神秘小店，门口风铃一响，门自动开了。机械鹦鹉立刻甜喊：“欢迎光临，帅哥美女，请进。”尾随者想冲进来，鹦鹉瞬间变脸狂叫：“丑八怪，滚开，不许进！”这鸟还是颜控。店里昏暗又朋克，木偶人在擦柜台。秦洛放下药品：“出来吧，我们带了你要的药。”一个金发小正太蹭出来，林千星左手和双腿都是机械义肢。帮他澄清，裙子是你的炼金产品，不是稀世宝物。再定做几套能隐身、防寒防刺的冬装。我连忙把攒了很久的消炎药推过去，眼神软软：“这些都给你，拜托了。”林千星看到消炎药，眼睛瞬间亮了，轻轻点头。他飞快加工，没多久递给我一件白色绒毛斗篷，我穿上轻轻一动，身体直接透明，光学迷彩隐身了。这套送你。我开心地摸了摸鹦鹉，它居然温顺地蹭我手心。突然，刺耳防空警报炸响全城。秦洛看向战术手环，脸色骤变。是艾氏沿海大城拉警报，麻烦大了。刚解决裙子危机，更大的灾难已经降临。艾氏，我们必须立刻出发，新的战场正在前方等着我们。艾氏警报响彻 H 市，高速路口集合点人声鼎沸，战车轰鸣。金川琼站在车头嚣张喊话，说走国道最快，还嘲讽秦洛自不量力。高速肯定堵死，跟我走国道，保证安全。你们3 A 自不量力，谁跟谁倒霉。国道丧尸多，路窄难撤离，我们3A 走高速，暴力开路。金川琼带着大部分战队走了，只有猎豹、白鸽2个新人小队选择跟着我们。迷彩战车启动，刚驶上高速，天气突然骤变，冰花快速蔓延车窗，寒意刺骨。寒潮来袭，1小时降温20度，现在室外负15度。我缩在后排，很快就浑身僵硬，连动都动不了。秦洛回头发现不对劲，急得大喊停车。靠，丧尸会被冻僵，快拿厚衣服来。就动不了。秦洛把我抱进怀里暖着，小心翼翼给我套保暖衣、羽绒服，还戴上兔耳朵毛绒帽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终于恢复知觉，声音闷闷的寒冷。车辆继续向前，轮胎弹出防滑钉，前方出现车祸废墟，丧尸被冻得僵硬迟缓。秦洛下令直接撞过去，白树扛火箭筒发射，陈小飞用风系异能卷积血砸丧尸。我们一路暴力开路，顺利推进。就在这时，车载通讯器响起：“秦队，救命！国道有不怕冷的变异狗，路被封死了，求你拉我一把。”秦洛面无表情，直接切断通讯。这是他自己选的路，后果只能自己承担。很快，我们抵达埃市，曾经繁华的沿海城市，一半高楼泡在黑海水里，一只小汽车大的变异寄居蟹爬过，轻松夹断金属路牌，塞进嘴里。我去，这么大的螃蟹得用多大的锅蒸啊？够全队吃一顿了。别光顾着吃，埃市的危机比想象中严重，提高警惕。埃市低洼区全被海水淹了，我们刚走到十字路口，就被一只坦克大的变异轻蟹堵住了，壳硬的像装甲车，巨鳌一挥，墙壁直接碎成渣。2星变异轻蟹，这壳看着比坦克的装甲还厚。清蒸、香辣、咖喱、避风塘，全是我的菜。我抽出新长刀，冲上去全力一劈，蟹壳连白印都没有，我的刀直接卷刃废了。螃蟹还慢悠悠转过来，吐了一串泡泡，纯纯嘲讽我：“你等着！”巨鳌横扫过来，我狼狈滚开水花，路灯杆当场被夹断，白树开枪，子弹全弹飞。别想吃了，先想想怎么跑吧。水下还钻出密密麻麻小螃蟹，把我们团团包围。水里是他们的主场。秦洛让我们全爬上车顶，自己站在边缘，双手举起狂暴雷球。蓝紫色电流顺着海水炸开，整条街变成雷电海洋，所有螃蟹瞬间抽搐、蹬腿、口吐白沫，空气里飘来焦香。秦洛再一道落雷，大青蟹直接熟透，开饭了，全是我的！我空间能力全开，一只接一只疯狂进货。我蹲在地上输战利品，嘴角快咧到耳朵根，
爽到飞起。远处高楼突然拦腰折断，几根粗如擎天柱的巨型触手缓缓升起，轻轻一卷，重型卡车像玩具一样被甩飞。那个体型，这玩意儿怎么上岸的？真正的深海恐怖才刚刚露出冰山一角。阴天的哀市一片死寂，海水淹没大半城区。突然轰隆一声，一栋居民楼轰然崩塌，几根擎天柱粗的深褐色触手猛地破水而出，一个热气球大的章鱼脑袋缓缓浮出，密密麻麻的复眼不停转动，凶光毕露。卧槽，这章鱼成精了吧？这得做多少章鱼小丸子啊！章鱼 boss 吼一声，粗壮触手横扫而来，废弃车辆被砸得粉碎。秦洛厉声喊我们躲开。章鱼趁机喷射出一团黑墨，带着刺鼻腐蚀味袭来。小心，这墨水有毒！墨汁落在水泥地上，瞬间冒白烟。躲开！墨汁有腐蚀性。我闻到一盒的味道了，鼻子却不停抽动。就在章鱼脑袋里，秦洛眼神锐利，扫过路边半截入水的电线杆和废弃高压变压器，立刻下达指令：老王，带他们撤到高处绝缘体上，我要开大。秦洛快步冲到电线杆旁，掌心雷光暴涨，雷暴引电，一顿强力输出，狂暴电流顺着电线杆涌入海水，经高压变压器放大，化作巨型雷电，狠狠劈在章鱼脑袋上。章鱼发出凄厉惨叫，很快没了动静。我立马冲上去，小手一挥，对准章鱼脑袋上的蓝光，一颗蓝色2星一盒，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，把一盒揣好。就在这时，远处海面突然剧烈翻滚，危机还未结束，下一场恶战已在酝酿。海兽潮退去的清晨，还是废弃工厂区一片狼藉。这片工厂可能藏着有用物资，小心前进。我闻到罐头味了，是红烧牛肉味。陈小飞侦查回来，说仓库方向有翅膀扇动声。白树调出工厂结构图，指出仓库适合潜伏。王威虎构筑土墙防御。我们缓缓向仓库靠近，嗡嗡声越来越清晰。推开仓库大门，美味扑面而来。白树手电指向顶棚，数十只蓝紫色变异毒蛾倒挂在横梁上，翅膀布满毒粉。感受到动静，毒蛾瞬间飞起，毒粉如雪花飘落。快，准备迎战！他一把把我护住，我握紧粉色电锯，斩杀冲来的毒蛾。可毒蛾数量太多，毒粉腐蚀了王威虎的土墙。陈小飞用风系异能挡住毒粉。巢穴在那边，用空间挤压。白树发现角落的虫卵巢穴，我抬手发动空间挤压，湮灭虫卵与幼虫。秦洛凝聚雷枪清场，我挥舞电锯斩杀剩余毒蛾。战斗结束后，我在废料堆中翻出红烧牛肉罐头，眼睛瞬间亮了，找到了红烧牛肉味。秦洛擦掉我脸上的灰尘，白树检查毒蛾尸体，发现黑潮的实验标记。秦洛眉头紧锁，看向仓库深处，阳光照进仓库，照亮满地毒蛾尸体。我们知道，针对黑潮的追查还远未结束。哀市郊区废弃小镇，破败房屋歪斜，门窗破损，墙壁布满弹孔。我们抵达小镇，准备补充物资，追查黑潮线索。超市应该还剩些物资，小心前进。超市在前面左转，里面有好多罐头和水。我的空间定位功能激活，清晰浮现超市位置与物资分布。我们来到超市，推开门，货架歪斜倒塌，灰尘弥漫。我立刻冲进超市，发动空间异能，疯狂囤货。太好了，够我们吃好久了。王威虎在门口构筑土墙加固门窗。陈小飞侦查后传来消息，说小镇广场有异常感染者。秦洛让我继续囤货，带着白树、小飞前去查看。我加快囤货速度。超市后门传来响动，一个男人走了进来，眼神呆滞却带着诡异清明。
我好奇询问，他突然扑来，指甲泛青黑，带着腐臭味，是感染者。王威虎一拳将他击飞，说这些感染者不对劲。男人挣扎着爬起来，再次扑来，眼神闪过一丝挣扎。我发动空间异能，用意志手铐住他。他大喊着被黑潮药物控制，他体内有活跃的黑潮控制药物。秦洛和陈小飞回来，说广场感染者已被清理，都被药物控制，守着一个废弃实验室。我看着被铐住的男人，心生同情。白树说找到抗体就能救人，实验室或许有线索。我们带着感染者朝着小镇广场的实验室走去。当日黄昏，小镇广场废弃实验室，夕阳余晖透过破损窗户投下长长的阴影。实验室内部仪器残破，试管散落，绿色实验液体流淌，散发着刺鼻气味。小心里面的守卫，里面有密室，还有数据存储设备的能量波动。陈小飞在走廊发现隐藏钢板门，王威虎发力撞开缺口，我们走进阴暗潮湿的地下通道。秦洛举着手电带路，气氛紧张。通道尽头，两只被药物强化的丧尸守着密室大门，他们体型庞大，皮肤青黑。秦洛冲上前挥舞雷电双刀，却只留下浅浅伤口。皮正后，他凝聚雷枪刺穿丧尸头颅。我发动空间异能，用电锯劈断另一只丧尸。王威虎撞开密室大门，墙角蜷缩着被囚禁的研究员和一群实验异化的孩子。他说知道抗体配方，实验数据还在，抗体配方找到了。我激活空间穿透异能，感应到电脑硬盘，将其收进空间。研究员惊讶于我的异能，说我们是来阻止黑潮的。突然，密室顶部碎石掉落，陈小飞大喊：“密室要塌了！快点撤出这里！”我们带着研究员和异化的孩子冲出实验室，身后实验室被尘土掩埋。研究员告知抗体需要的核心材料，一种在埃市西郊废弃药厂。秦洛眼神坚定，说现在就出发制作抗体。夕阳下，我们的身影被拉得很长，解救异化者的希望就在前方。次日清晨，埃市西郊公路路面破损，坑洼积水，两旁树木枯萎歪斜。我们驾车前往废弃药厂，沿途清理零星丧尸，气氛轻松。就在这时，我的空间异能物资定位激活，我看到了核心材料的定位，在我的空间中闪出亮光，是紫色的结晶，清晰明亮，只要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往前就能到。药厂就在前面不远了。核心材料在仓库西北角，是紫色结晶。车子抵达废弃药厂，围墙倒塌，杂草丛生，弥漫着腐臭味。陈小飞侦查后报告，厂区长满变异毒藤，蔓延到仓库门口。这些变异的毒藤一直延伸到废弃工厂内部。厂区内的毒藤粗壮带倒刺，呈深绿色，分泌着腐蚀性毒液，滴在地面泛起白泡。几根毒藤突然窜出，朝着我缠绕过来。小心！他一把将我拉开，挥舞雷电双刀斩断毒藤。王威虎构筑土墙阻挡，陈小飞用锋刃斩藤。白树发现毒藤根部在厂房后的枯树下，让我用空间挤压摧毁。小班长，既然不能碰，那就用空间异能连根拔起，斩草先除根。空间挤压，枯树根部被挤压成一团，毒藤枯萎倒地。我们冲进仓库，在西北角货架上找到紫色结晶核心材料。仓库深处，一只小毒藤窜出，刮到我的手臂。许多多，有毒藤，小心！他抓住毒藤电死，拿出解毒剂涂抹在我的伤口上，有点疼。以后小心点，不好，这毒素开始扩散了。没想到我的手开始红肿起来，像被马蜂蛰了一样，右手就像一个鸡腿包饭，圆鼓鼓的。陈小飞还抱着肚子嘲笑我：“小班长，你这手一会儿毒素不会上脸吧？那就变成……”收集完材料，白树说还差一种材料，
下一个目标是南郊废弃研究所。阳光照进药厂，我们踏上新的征程，制作抗体的希望越来越近。当日午后，还是南郊废弃研究所，云层厚重，建筑残破，墙壁布满裂缝，窗户玻璃碎裂，门口散落丧尸残骸。我们抵达研究所，寻找第二种核心材料——蓝色液体。蓝色液体应该在东侧储物间。我发动异能空间，整个废弃研究所都在我的空间中变成了透视。我精准锁定它的位置，时间紧迫，这样能大大节省我们的搜寻时间。储物间在东侧，蓝色液体在密封容器里。秦洛举着雷电双刀率先走进研究所，内部光线昏暗，仪器生锈，地面散落实验报告与破碎试管，弥漫着病毒气息。陈小飞侦查后报告，储物间周围有很多变异毒鼠，体型如猫，牙齿带毒，几只毒鼠从天花板窜出，朝着我们扑来。小心他们的牙齿！我操，这东西要是广西老表发现，那不得笑大发了，都是顶级的食材啊！食材？顶级？好吃的？秦洛一脸无奈，瞪了一眼陈小飞。陈小飞上演1秒变脸，发动锋刃，切断扑过来的变异老鼠。让你们尝尝我的速度！秦洛挥舞雷电双刀斩杀毒鼠，王威虎构筑土墙抵挡毒鼠群。白树说，毒鼠携带病毒，被咬伤会感染，让我用空间挤压清理。我发动空间挤压，身前的毒鼠被压成肉泥。毒鼠巢穴在通风管道。我发动空间穿透，摧毁通风管道内的巢穴，剩余毒鼠变得慌乱。秦洛趁机雷电清场，斩杀剩余毒鼠。我们冲进储物间，在角落找到装着蓝色液体的密封容器，找到了。我将其收进空间。研究所突然震动，墙壁裂缝扩大，我们快速冲出研究所，身后研究所坍塌。白树说，集齐了材料，还有研究数据。好险，不过已经全部得手了。秦洛说，我们尽快找季教授制作抗体。阳光穿透云层，照在我们身上，希望就在前方。感染者和变异者有救了。次日中午的 H 市基地阳光明媚，科研中心内，季教授将抗体数据硬盘插入计算机屏幕上，显示出复杂的病毒序列图。他激动地推了推眼镜，说抗体能精准抑制病毒恶性进化。太好了，这份数据完整，异化的孩子能变成新人类，不会继续变异了。对，只要分阶段进行治疗就行。异化的孩子坐在监测椅上，精神满满。我什么时候能开始进化？进化后还会有异能吗？进化后就跟正常人一样了。谢谢爷爷收留我们，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了。王威虎用吐息异能给孩子搭建临时住所，一间间的房子慢慢生长出来。他憨厚地笑着，孩子们在为他鼓掌。他自豪地看着搭建起来的小屋。孩子们有自己的小单间了。虎哥哥，我也想学你这一招。等你们长大了，哥哥教你们。好呀，好呀。安置区里，陈小飞被异化者小孩围着，整个安置区里全是孩子们的欢呼声。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。此刻，我感觉心里暖暖的。我们做的一切都变得更有意义。飞哥哥，你的翅膀能带我飞吗？慢点抓，别扯坏我翅膀。我来到安置区，兔儿小孩递给我一个手工编织的兔儿挂件，说谢谢我救了他们。我小心翼翼地别在衣服上，发动空间异能，掏出零食和营养剂分给大家，这些给你们吃，以后再也不用饿肚子啦。回到房车，秦洛递给我一瓶一盒能量补充液，说每天喝1瓶，能快速恢复能量。我一口喝完，觉得甜甜的，比一盒还好吃。等我们打败黑潮，我们就去吃遍基地所有好吃的，还要带着异化者小朋友一起。白树推门进来，说抗体数据也能改善其他异化者的状况。秦洛眼神坚定，说要负责到底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一起治疗。阳光透过房车窗户洒进来，温暖而明亮，我们的未来充满了希望。次日清晨，临时房车点里，阳光洒在沙发上，我抱着蓝色3星一盒，啃得津津有味，黑发红头眯成一条缝。秦洛坐在旁边，递过纸巾，无奈又宠溺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好吃，比草莓味还甜。我抬手收起一盒外壳，惊讶地发现空间里的物资自动归类排列。白树推门进来，递上吴达海的情报文件，说检测到黑潮的实验标记。
黑潮可能在沿海进行生物实验，变异青蛙和变异章鱼只是实验产物。秦洛眉头紧锁，说要尽快提升实力。吃完带我去兑换零食，一听到零食，我瞬间精神百倍，大喊要芒果味一盒果冻。物资兑换处里，我把收集的一盒和变异青蛙残骸堆在柜台上。管理员瞪大了眼睛，说能兑换10箱一盒果冻。我全换了芒果味，秦洛又换了训练装备和测试仪器。我抱着满满1大箱的一盒走在前面，嘴角都裂成了 AK， 想压制都压制不住。我满脸的自豪，一边吃着一盒，一边往前走。许多多，你真的是个贪心的小仓鼠，太能囤了。我这是未雨绸缪，你不懂。训练场里，我意念合一，发动空间传送异能。可是我第一次使用，很不熟练，传送的落点飘忽不定，一会儿传在秦洛身后，一会儿闪现在训练场楼顶，一会儿只传送了半个身体，另一半卡在了地里，一遍一遍。我熟练起来了。王威虎，你陪他再多试试。收到，队长。训练场里，王威虎站在中央当人肉靶子，我握着粉色电锯，调动空间异能，轻声喊出空间锤传送，身影瞬间出现在他身后。哇，我移过来了！我去，空间传送，小班长进化速度也太快了！我又试了精准传送锯攻击，一刀切开训练假人。白树突然跑来，说港口海底探测到大型能量反应，疑似黑潮的水下实验基地。我们得提前找到武打海的据点，查清黑潮的阴谋。武打海是海吗？那里的海鲜好吃吗？有亮晶晶的一盒吗？秦洛揉了揉我的黑发，语气温柔又坚定。阳光洒在训练场上，我们的身影被拉得很长，一场针对黑潮的秘密行动即将拉开序幕。夕阳时分，哀市退潮了，房车停在泥泞的街道上。我猛地睁开眼，瞳孔映着彩色微光，意识里的灰暗魔方轰然展开，6色光芒亮起，红白蓝绿黄紫6种能力齐齐激活。醒了？有没有不舒服？是不是吃坏了？好多颜色，脑子胀胀的。我摇摇头，跳下车，一眼就看到泥坑里一只脸盆大的变异小龙虾，脑海里自动跳出红色方块。绞杀！我试着伸手一握，砰的一声闷响，小龙虾直接被炸成碎末。我被自己吓了一跳，可下一秒视野模糊，眼前弹出红字警告，精神力透支，进入节能模式。我身体一软，坐在地上，眼神涣散，嘴角流着口水。好吃的要。夕阳下，秦洛夹着我，像夹公文包一样单手作战。前方泥潭里，一大群变异海蟹举着钳子横行而来，围网，蓝紫色电网铺开，电流窜动，所有螃蟹瞬间翻肚皮晕倒。许多多，收工！我像触发自动开关，机械抬手一挥，地上的螃蟹全被收进魔方黄色储物格，简直是全自动扫地机器人。很快，我们抵达哀市幸存者基地。一墙之隔，墙外难民衣衫褴褛，瑟瑟发抖。墙内高楼灯火通明，歌舞升平，贫富差距刺眼到让人窒息。这地方不对劲，这种阶级差太明显了。脚下干涸的泥地里，隐约有阴影蠕动，水面之下更庞大的诡异气息在蔓延。哀市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。夜晚，我们进入哀市基地，豪华套房里水晶灯亮闪闪，红地毯软乎乎，和墙外难民的惨状完全不一样。导员小鹿笑着招待我们，额头却冒冷汗，悄悄给白树塞了个平板。秦洛看完平板，眼神瞬间变冷。原来武打海市长和保镖167控制了基地，难民是人质，不听话的异能者都被害死了。追随我，金钱美女，地位应有尽有，总部规矩管不到我们。服务员端来烤鸡，香气扑鼻，我伸手想去拿，被秦洛一把拍掉。菜里有致幻剂，吃了会被控制。我委屈地趴在桌上，生无可恋，又是看得到吃不到坏人。武打海上台演讲，满脸憨厚，却煽动大家追随他，说异能者就是王，还能随心所欲。金川琼率先鼓掌附和，不少人开始动摇。秦洛缓缓站起，转着银质餐刀，气场全开，大厅瞬间安静。他直视武打海，字字铿锵。话音刚落，秦洛狠狠掀翻长桌，盘子、龙虾、酒杯摔得满地都是，刺耳的碎裂声传遍大厅。我立刻跳起来，掏出粉色电锯拉响，嗡的一声，站在秦洛身边，眼神坚定。
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数百名士兵和被控制的异能者冲进来，将我们团团包围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们，气氛瞬间冻结。秦洛握紧长刀，我们全员戒备。既然来了，就留下吧。宴会大厅瞬间变成战场，尖叫声、枪声、桌椅碰撞声交织，满地狼藉。167从阴影中走出，敢坏市长大事，找死！他推出一条火龙，直奔我而来。高温吓得我连连后退，新裙子的一角被火舌舔到，瞬间焦黑冒烟。赔我的裙子！你这个坏蛋！另一边，金川琼和金鹏小队药效发作，瘫在地上吐白沫，虚弱求救。秦洛冷冷瞥了一眼，自作自受。守卫举枪集火，王威虎筑起土墙挡子弹。陈小飞想空中突袭，却被火焰逼退。这火太猛了，根本近不了身。我躲在罗马柱后，想收走火焰，却赶不上，还被浓烟熏得满脸黑灰。丧尸也敢嚣张，今天把你烧成灰！秦洛瞬间变脸，周身雷光隐现。就在这时，地板裂开，秦队，控场交给我们。藤蔓钻出束缚守卫，食人花吞掉枪械，白树扣动扳机，击中干粉灭火器，白色干粉喷涌而出，压制住167的火焰。玩火，让你看看什么叫雷霆！直接贯穿167胸膛，167倒地，我提着粉色电锯冲出去，踹翻桌子。别杀我，我给你钱，给你好吃的。吴大海突然癫狂，掏出红色遥控器狠狠按下。凄厉警报响彻全城，高频声波震得耳膜发疼。不好，是诱捕声波，他在引海兽。我们刚解决宴会危机，更恐怖的海兽潮已经杀来了。雨夜的埃氏基地，探照灯刺破雨幕，海岸线被密密麻麻的海兽覆盖，寄居蟹夹断铁丝网，兽潮如海啸般撞向土墙，幸存者崩溃大哭，守卫队长喊着逃跑，陈小飞在空中怒吼反击。王威虎死死顶住城门，对着通讯器嘶吼，说城门快顶不住了。我挥舞粉色电锯，疯狂给海蟹修脚，可海兽太多了，我的魔方空间突然弹出容量100%，再也装不下海鲜。所有3A 队员死守防线。秦洛一脚踢飞偷袭我的变异虾。别心疼，先杀再吃，守住基地给你弄更多。我擦了擦眼泪，点头应下。秦洛飞身跃上瞭望塔，一道雷电劈中金属旗杆，雷光四射。想活命就拿起武器，今晚听我指挥，守住城墙就能活。绝望的幸存者瞬间被点燃，纷纷拿起武器守城。王威虎加固土墙，第四扎穿海兽。妹妹用藤蔓织网拦海兽，白树射燃烧弹，陈小飞卷狂风助燃。秦洛化身人形炮台，雷电秒杀高阶海兽。我收起委屈，开启电锯狂魔模式，哪里有海兽就冲哪里。可难民营的阴暗角落，一个难民静静站着，视线死死盯着我，脖颈布满青鳞，他伸出分叉的舌头舔了舔嘴唇。城外海兽未退，暗处的致命威胁已降临。守城战后期，难民营一片混乱，暗处一个伪装成难民的海妖拖走落单幸存者，咀嚼声刺耳又恐怖。我蹲在3A 房车旁，一边啃肉包子，一边从空间里掏物资，准备分给幸存者。那个难民佝偻着身子，踉跄着朝我走来，看起来虚弱极了。你饿了吗？救救我，我好饿，想吃肉。我心一软，把手里的肉包子递过去，可他的手突然抱起青筋，死死扣住我的手腕。肉包子掉在地上，他猛地抬头，眼睛变成猩红树瞳，嘶吼着要吃我的肉，朝着我的脖子咬来。我被抓得动弹不得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猛地一头撞向他，还狠狠咬住了他的胳膊，可他的皮好硬，差点崩断我的牙。砰！一声枪响，一枚雷电子弹精准射中海妖郑眉心，他的脑袋瞬间炸开，血浆溅了我一脸。秦洛浑身是杀气，大步冲过来，吐出来，脏死了！那东西能吃吗？好硬，好腥，崩我牙。秦洛紧张地检查我有没有受伤，确认我没事，才松了口气。晨曦升起，海兽潮退去。房车里，我靠在他怀里。秦洛，我好热，头好痛。秦洛摸了摸我的额头，被烫得缩回手。他看着我发根慢慢变白，语气又急又期待。难道是进化？我渐渐失去意识，身上的温度越来越高，
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变化。海兽潮退去的清晨，阳光溜进房车卧室，我缓缓睁眼，垂落的银发在光影里泛着珍珠光泽，红铜像剔透的红宝石，模样彻底变了样。秦洛端着水杯进来，看到我的瞬间，水杯一晃，惊得半天说不出话。我操，这也太……客厅里，陈小飞正吸溜泡面，见我跟着秦洛出来，一口面直接喷了。多多，你染头发了，这发色绝了！他刚凑过来，我立刻呲起小虎牙低吼，像受惊的小兽缩回秦洛身后。我失忆了，只认得他。他好像失忆了，智商也不太对劲。秦洛被迫上岗全职奶爸，我像树袋熊一样挂在他身上。厕所门口，我拽着他的皮带，眼泪汪汪蹭他衣服，香贴贴。队长，这是甜蜜的负担。基地仓库前，新市长拉来几卡车海鲜干货，鱿鱼干、虾米堆得像山。我原本昏昏欲睡，鼻子轻轻一动，瞬间清醒。吃的，吞。我利落地从秦洛身上跳下来，挥手打开空间入口，精准分类收纳。坏的还顺手挑出来扔掉，动作行云流水。秦洛和陈小飞看得目瞪口呆。好家伙，只有囤货智商才上线。收完物资，我眼神一秒变回呆滞，转身扑回秦洛怀里，软乎乎伸手抱。车队驶上荒凉高速，几辆破车突然横在路中间，有人举枪拦路。秦洛看着前方，语气瞬间冰冷。那是金川琼居然还没死绝。冤家路窄，刚搞定粘人的银发小瓜剑，老仇人就送上门来。一场新的对峙即将开始。黄昏的荒废国道，杂草丛生，报废汽车堆成路障。衣衫褴褛的金川琼举着破步枪，对着我们的迷彩战车嘶吼拦路。车内却是另一番光景。陈小飞趴窗嫌弃，秦洛语气淡漠。I11站他们当了逃兵，已被总部除名通缉，不过是群打家劫舍的流寇。金川琼没认出我们，盯着后座的我，语气猥琐又嚣张，说要把我交出来，还想抢物资。车内空气瞬间凝固，秦洛眼神骤冷，指缝间雷光闪烁，咬着牙要动手。就在这时，白叔按住他的手臂，掏出一个黑色金属圆球。队长，杀他脏手，试试我的丧尸诱捕器。我立刻递上一根鱿鱼丝，认真道：看戏专用，好吃。白树叼着鱿鱼丝，将圆球从天窗扔出，精准落在金川琼脚边。圆球红灯亮起，发出人类听不见的低频声波。几十秒后，树林里传来密集沙沙声，无数丧尸从四面八方涌来。怎么这么多丧尸？快跑快撤！金川琼最终被跳尸咬住喉咙，彻底覆灭。迷彩战车缓缓启动，优雅绕开战场。我贴在车窗上，嚼着鱿鱼干，看着外面的惨状，一脸平淡。好吵！自作孽，不可活！夕阳西下 ，H 市基地的轮廓渐渐浮现，车内气氛轻松。白树笑着调侃我：“小班长，要不要在元旦晚会上表演才艺？”才艺？打丧尸可以，唱歌跳舞我不行啊。秦洛看着我慌张摆手的模样，嘴角勾起温柔的笑意，眼底满是宠溺。返程的旅途，在爽利的反杀与温馨的调侃中，朝着家园缓缓靠近。H 市基地广场张灯结彩，元旦晚会的海报前，我盯着特等奖一整箱草莓味一盒果冻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妹子，跟我们组队拿特等奖，果冻全是你的，我们只要荣誉证书。成交。秦洛黑着脸反对，说我上台丢人。可我做着僵硬的广播体操反驳。陈小飞笑得直不起腰，劝秦洛让我试试。秦洛终究软了心。训练室里，我排练翻车不断，一拳打中兔小哥的眼睛，下腰卡成折叠直尺。秦洛无奈地把我掰直，嘴上嫌弃，动作却很温柔。我累得装死，一听鸡大哥说果冻甜甜的，瞬间满血复活，掏出粉色电锯，说要表演巨石。鸡大哥和兔小哥都懵了。晚会现场，我穿着黑色皮衣，提着粉色电锯，紧张的发抖。秦洛蹲下来安慰我，说台下都是大白菜，他会一直看着我。劲爆摇滚乐响起，我僵硬的挥舞电锯，动作居然和音乐完美契合。电锯劈中铁架，火花四溅，全场瞬间沸腾欢呼。我懵懵懂懂摆了个酷炫 pose， 居然误打误撞封神，成功拿到了那一箱果冻，抱着狂吃，嘴边沾满了果冻渍。烟花在夜空绽放，我抬头看着漫天绚烂，笑得眉眼弯弯。秦洛站在一旁，目光一直盯着我，没有看烟花，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神和平时的冷漠不一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想守护的是我这个为了果冻就满心欢喜的小丧尸。末世艰难，
可漫天烟花下，有他，有果冻，就有了最温暖的希望。元旦晚会过后，季教授的实验室里气氛凝重，仪器滴滴作响，鲜红警告不停闪烁。他的脑电波是普通丧尸100倍，正站在进化十字路口。好坏直说。我躺在检查床上晃着腿，满脑子还都是烤全羊和草莓果冻。教授点开模拟图，一边是保留人性变成真正新人类，另一边是失控变成狮王，六亲不认，甚至会杀了最亲近的人。会杀了我。他怕的不是死，是怕那个喊他大狗子喂一口果冻开心的我彻底消失。检查结束，我蹦下来拉他衣角。检查完了，我要吃糖，要亮晶晶一盒。多多，你记得我是谁？大狗子啊，你傻了？他长长松口气，立刻开启老父亲念经模式。不许怒，不许饿，不许乱跑，不许杀人。我捂着头快烦死了。别施压，让他开心，一盒管够，多陪伴就能压得住湿化。懂了，从今天起富养。我要紫色亮晶晶，甜甜的那种。买，全都给你弄来。高层紧急召集我们进会议室，屏幕上亮起一个黑色骷髅标记，黑潮走出会议室。我突然回头看向屏幕，心口猛地发慌，那个骷髅头像在对我说话，冷冷的怪怪的在叫我，那里有东西在喊我，好不舒服。秦洛立刻扶住我，脸色紧绷，他还不知道黑潮里等着我们的不只是任务，还有关于我身世进化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惊天秘密。为了他，龙潭虎穴我也闯。出发黑潮前的午后，3A 驻地客厅暖暖的，我瘫在沙发上玩玻璃珠。门一开，看到恩雅，我立刻扑了过去。多多受苦了，看你都瘦了。恩雅，我好想你。秦洛端着水果盘出来，吃水果了，刚切好的。可看到我和恩雅粘在一起，笑容瞬间僵住，哐的把盘子放在桌上，醋味都要飘出来了。不吃，恩雅的小饼干更好吃。秦洛拽过张弛发牢骚，还被张弛补刀，说他小气，不如多对我好点。一下午，我拉着恩雅看我的宝藏玻璃珠，给她梳歪歪扭扭的头发。秦洛站在旁边，眼神幽怨的像被冷落的小可怜。傍晚，恩雅要走，我想跟着去，被秦洛像拎小鸡一样拎回来。他语气严厉，却好像有点委屈。深夜，我偷偷溜进秦洛的卧室，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看起来不开心。我把攥了好久的奶糖递给他，那是恩雅说的，不开心吃了就会变甜，给你吃了就会开心了，只有我能欺负你。秦洛愣住了，他揪着我的手含住奶糖，还握住我的小手，眼神软软的，说特别甜。那一刻，我好像感觉到他的手暖暖的，心跳也快快的。就在这时，白树敲门送来黑潮的加密文件，秦洛瞬间恢复冷峻，接过文件，通知全员，明天一早出发黑潮。我们又要踏上未知的旅程。我知道秦洛要去给我找治愈的方法，而我会一直陪着他，不让他再不开心。我们坐着装甲车来到黑潮外围的迷雾森林，这里雾气浓稠，树木漆黑扭曲，死寂的连虫叫都没有，生命探测雷达也彻底失效了。戴上防毒面具，空气中有致幻孢子，小心精神攻击。臭臭的，像烂蘑菇，不好闻。我们走进迷雾，诡异的女声哼唱传来，队友们陆续中招，陷入幻境。陈小飞嗤笑追美女，王威虎抱着枯树哭着喊家人，白树对着空气算公式。秦洛也中招了，他跪在地上疯狂嘶吼，周身雷电暴走，劈断了旁边的枯树，看起来好痛苦。只有我没事。丧尸对精神攻击天生免疫，吵死了，大笨蛋，别叫了。我掏出粉色电锯，拉响引擎，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盖过了所有声音。我把电锯凑到他们耳边空转，用噪音强行叫醒他们。秦洛猛地睁眼，满头冷汗。还好，你没事。敢玩弄我的记忆，找死！他异能爆发，一道巨大的雷柱轰出，贯穿迷雾，魅影瞬间化为灰烬。迷雾散去，黑潮的金属大门出现在眼前，门后传来沙哑的机械求救声：“有我在，没人能伤害你，我们进去吧。”门后藏着病毒的秘密，也藏着我的治愈希望，更藏着未知的致命危机。我们握紧武器，朝着黑潮入口一步步走去。秦洛用雷电破开黑潮的防爆金属门，我们踏入地下通道。这里昏暗潮湿，
铁锈味刺鼻，磁场干扰极强，连信号都没有，臭死了！没有果冻和一盒，只有铁锈味。无人机失效，我们只能小心摸索，随时警惕危险。走进 B1 层分拣车间，传送带突然启动，无数机械丧尸从阴影中冲出，四肢是液压钳。我操！赛博朋克丧尸，这谁改装的？子弹打在金属骨骼上，全被弹开。集火头部，那是他们唯一的生物弱点。我挥长刀砍上去，刀都短了刃。没事，得想办法破防，不然我们会被耗死。机械犬突然偷袭白树，王威虎冲上去挡着，大腿被钢牙咬穿，鲜血染红了裤管。看到大块头受伤，我很生气，按下林千星给的隐身斗篷按钮，瞬间消失在空气中，变成了幽灵诗诗。嘘，别吵，我去收拾他们了。隐身的我开启热成像，看清机械丧尸的能量核心，用空间裂缝切割，头颅、机械臂凭空掉落。狮群被我一个个瓦解，3A 小队趁机反击，很快结束战斗。斗篷能量耗尽，我险些蹲下身，拨弄机械丧尸胸口的名牌实验体099，来源 H 市孤儿院。我好迷茫，我也是实验体吗？秦洛看到名牌，脸色大变，急忙冲过来。车间深处，一张泛黄档案纸躺在血泊中，上面贴着小时候的我。我的身世秘密好像要被揭开了。我们穿过分拣车间，气密门打开，刺骨的冷气裹挟着怪异气味扑面而来。这帮疯子，这根本不是实验，是屠杀。白树破解中控数据，揭开黑潮计划。他们想造神，而最关键的一步是寻找能够完美适应病毒的母体。他们想造神，而我是他们寻找的完美母体。实验室中央，一个金色培养罐吸引了我，里面的人和我长得一模一样。那是我，我是谁？我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是你的克隆素体，没有灵魂，只是空壳。实验品空壳，这些话像刀子扎进我心里，我崩溃蹲在地上。异能暴走，空间出现裂缝，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特别。秦洛冲过来抱住我，捂住我的眼睛。别慌，那不是你，你是会叫我大狗子，会为果冻开心，会护着队友的许多多，你是独一无二的，是我拼尽全力要守护的人。语气坚定又温柔，他的话像暖流，驱散了我的恐惧。我靠在他怀里，坚定地说：烧掉这里，烧掉所有罪恶。陈小飞抛出燃烧弹，金色培养罐破碎，烈火吞噬了实验室的一切。可就在我们撤离时，自毁程序启动，广播里传来警告，地底传来震耳欲聋的咆哮。秦洛紧紧牵着我的手，眼神坚定。快走，那东西比章鱼变异体还强，我一定护你出去。黑潮自毁启动，通道红灯狂闪，我们拼命狂奔。身后墙壁轰然炸开，碎石砸落，5米高的终极兵器暴君一步步走出，压迫感让人窒息。这是高达吧？怎么打？暴君扔来巨石板，砸裂化工管道，绿色墙腐蚀毒气喷涌而出，我们根本撑不了多久。我腿短落在后面，暴君的触手狠狠朝我抽来，多多小心！他举盾替我挡下一击，盾牌直接被砸出深坑，人也被狠狠击飞，嘴角淌血。我们被逼到尽头，合金大门紧锁，系统彻底锁死。暴君步步逼近，喉咙亮起红光，要释放声波炮。秦洛转身挡在我身前，准备死战，我绝不会让他伤你们。我突然想起什么，在空间里疯狂翻找，扔出薯片、洋娃娃，终于摸出那个万能解码器，找到了，就是这个。我踮脚贴在门上，绿灯亮起，大门咔嗒开启，这是我囤了15级的救命宝贝。快进！我们拼命钻进大门，他甩出雷网段后，大门重重合上。可下一秒，灯光大亮，我们根本没逃出去，而是掉进了巨大地下角斗场，高墙环绕，没有出口，观察窗后全是冷眼注视的人。合金大门被暴君硬生生撕开，他带着2只变异兽，再次堵死我们所有退路。没有退路了，兄弟们，最后一战，拼了！
决斗场里硝烟弥漫，地面布满裂痕，我们背靠背陷入绝境。暴君站在中央，他张开大嘴，声波呼啸而出，扭曲了空气。陈小飞从空中栽落，暴君挥起巨臂要砸向他。秦洛化作雷光冲过去，拼尽全力接住他。穿甲弹打不穿，他还在自愈，根本杀不死。虎哥强撑着起身，用土刺限制暴君，却被反震，重伤昏迷。我看着倒下的虎哥，红了眼眶，抓起粉色电锯冲上去，可电锯只蹭破他一点皮，我被他弹飞，电锯也断成了两半。不许打虎哥，你这个坏蛋！秦洛异能耗尽，被暴君逼到死角。暴君举起钢梁，瞄准了他。我看着即将被杀的大狗子，心里满是无力和自责。我好弱，保护不了任何人。极度的恐惧和愤怒冲破极限，我的意识空间里魔方变成猩红。系统提示响起，解锁了新权限，空间投射。不许动它，给我砸！暴君头顶的空间裂开巨大黑口，一辆重型卡车带着呼啸、泰山压顶般朝着暴君砸去。暴君眼中第一次露出慌乱，秦洛满脸震惊，看着凭空出现的卡车，又看向我。我七窍流血，透支精神力让我剧痛，可我眼神凶狠，我要救我的人。卡车越来越近，即将砸中暴君。可就在这一瞬间，画面定格，暴君能否被重创？我能不能撑住？我们的绝境能就此逆转吗？大狗子异能耗尽，单膝跪地，暴君举起钢梁，对准了他的心脏，死亡就在眼前。我眼睛瞬间变红，浑身被戾气包裹，嘶吼着不许碰我的人。我身前的空间裂开巨大黑漩涡，一辆满载水泥的重型斯泰尔卡车带着呼啸从天而降，狠狠砸在暴君背上，把他砸得趴倒在地。大狗子也趁机躲开了致命一击。多，这是你的异能。我悬浮在半空，双手疯狂挥舞，把空间里的囤货全扔了出去。报废公交车砸他脑袋，工业发电机像冰雹一样砸下来，还有变异螃蟹壳扣住他的脸。败家啊！这得多少物资？用来建设基地能撑半年啊！这就是物理超度吗？短短1分钟，决斗场中央堆起3层楼高的物资山，暴君被死死压在底下，只剩一只爪子在抽搐，眼看就要断气。我精神力彻底透支，七窍流血，身体软倒下去，马上就要昏迷。大狗子拼尽全力冲过来，紧紧抱住我。够了，多多，别勉强自己，我没事了。大狗子没事就好，他不能再欺负你了。可就在我们以为安全时，物资山底下传来沉闷的心跳声，越来越响，高温从里面冒出来，卡车底盘都被烧得融化。轰！物资山炸开，火柱冲天，暴君从火海里站起来，浑身燃烧着烈火，变成了更恐怖的熔岩恶魔。大狗子抱着虚弱的我，快速后退，眼神决绝。我知道新的危机又来了，可这一次，就算我没力气了，我也会陪着他。物资山炸开，暴君进化成火焰形态，浑身流淌岩浆，喷出的火焰柱直冲穹顶。决斗场变成了火焰炼狱，高温让我浑身发抖，本能的害怕。老板，带多多走，门开了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暴君挥出火焰鞭，扫中秦洛的后背，他的衣服瞬间焦黑，皮肉绽开，却死死抱着我，一声不吭。我看着他的伤，哭得撕心裂肺。秦洛疼，我们一起走好不好？别怕，我会保护好你，一定会。白树躲在岩石后，发现了坑底的黑潮主攻电缆，他嘶吼着喊秦洛，说那是唯一的希望。10万伏特高压能造人造雷劫，杀死暴君。你是雷系异能者，能引导电流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秦洛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突然把我推向白树。我知道他要做傻事了。白树扛起我，拖着小飞逃跑。我迷迷糊糊间看到秦洛纵身跳进深坑，双手抓住了那根高压电缆，恐怖的蓝色电流贯穿他的身体，他化作发光的蓝人，用尽全身力气引动电流化作雷龙，吞噬了暴君。核爆般的白光炸开，决斗场剧烈震动。我醒来时看到决斗场变成了琉璃化深坑，暴君成了黑灰，而坑边那个焦黑的身影一动不动，是我的大狗子。大狗子！白树站在原地，满脸悲痛。我冲过去，
哭得撕心裂肺。雷杰是杀了暴君，可我的大狗子却生死未卜。决斗场废墟冷却，地面结满琉璃晶体，残留的高温和辐射透着危险。白树拽着我不让我靠近，可我眼里只有坑边那个焦黑的身影，我的大狗子。小班长，别过去，有致命辐射，太危险了。我爆发蛮力甩开他，跌跌撞撞冲过去。暴君的残骸里，一颗紫得发黑的五星晶核在跳动，本能在蛊惑我吃掉它。可我更想救秦洛，我爬到秦洛身边，看到他微弱到几乎没有的鼻息，翻遍所有囤货都找不到救命的药。大狗子，你不能有事，为什么没有药？我哭着嘶吼，绝望快要将我淹没。五星晶核滚到我脚边，紫光刺眼。我看着晶核，又看着秦洛，那些他温柔护我的画面闪过脑海。只要能救他，变成怪物又怎样？别碰，五星晶核能量狂暴，你会爆体而亡的。我笑着摇头，抓起滚烫的晶核，掌心被灼烧也不松手，狠狠塞进嘴里吞咽下去。下一秒，紫光从我的眼眶、嘴里喷射而出，浑身剧痛，皮肤寸寸牵裂，能量风暴炸开，我被紫金色光茧包裹，悬浮在空中，体内的丧尸血液变成鲜红，心脏开始跳动，银发泛着柔光。我在进化，在变成真正的人类。心跳，他在变回人类，这是奇迹。能量平息，我软软倒在秦洛身上，用我的体温温暖他冰冷的躯体。可我知道，我救了他，也救赎了自己。白树对着通讯器汇报，说我们带回了奇迹。废墟之上，琉璃晶体映着微光。我和我的大狗子终于跨过生死，迎来了新生。我们回到 H 市基地最高会议室内，鹰派高层盯着决斗场的监控，说我是怪物，要趁我昏迷处决我。季教授拼尽全力保护我。他是狮王雏形，立刻安乐死，永绝后患。他是奇迹，你们这不是清除隐患，是在杀人。与此同时，重症监护区，浑身缠满绷带的秦洛拔掉输液针，提着冲锋枪，带着虎哥、小飞和白树一步步走向我的隔离病房。秦队长，封锁区禁止通行。隔离门前，鹰派高层带着特种兵严阵以待。滚开！谁敢动他，我就杀谁！别逼我屠了这层楼！枪口对峙，空气凝固，大战一触即发。秦洛拉动枪栓，眼神疯狂而坚定。老子拿命换回来的人，不是给你们当靶子杀的。就在这时，病房里的我睫毛轻轻颤动，监护仪曲线剧烈波动，心跳变得有力滚烫。我猛地睁开眼，曾经的猩红褪去，只剩下清澈干净的黑瞳。我变回了真正的人类。气密门缓缓打开，我赤着脚走出去，无形的威压扩散，特种兵们吓得握不住枪。我皱着眉，第一次清晰开口，吵死了。我无视所有人，走到秦洛面前，看着他满身绷带和渗血的伤口，心里满是心疼。我轻轻触碰他的脸颊，笑着说：秦洛，我饿了，我想吃红烧肉。秦洛手中的枪掉在地上，眼眶通红，哽咽着抱住我，说要给我做一辈子红烧肉。阳光洒下，所有的对峙与威胁都成了背景。好，大狗子给你做一辈子。他护他周全，他忠诚他的女孩，跨越生死，终得圆满。我变回人类后，秦洛给我做了红烧肉，原来肉是咸甜的，不是冷冰冰的腥味。我列了好多想吃的。小飞听到结婚蛋糕，一口水喷了出来，好香。秦洛，以后我还要吃糖醋排骨、小龙虾。转场会议大厅，秦洛站在台上，播放黑潮的罪证，全网直播，揭露他们把人当实验品的阴谋。黑潮的造神计划就是制造病毒，操控异化者，把无数生命当成实验品。鹰派代表狗急跳墙，喊守卫抓秦洛。我慢悠悠走出来，只是淡淡看了他们一眼，无形的威压就让他们跪倒在地，不许欺负我的大狗子，坐下不许动。中央广场上，总指挥给我们授勋，颁发人类守护者勋章。我咬了咬勋章，问秦洛能不能换一盒。这个不能卖，是荣誉，要传家的。不能吃也不能卖。差评。就在大家欢呼的时候，我的棒棒糖掉在地上，胸口突然好痛。抬头一看，天空裂开，一道巨大的红色缝隙，里面有一只冰冷的大眼睛在盯着我们。秦洛，好冷，有东西在看我们，好可怕。机械的声音在所有人脑海里响起，说要启动文明筛选。无数红光落下，普通丧尸变得更狂暴。秦洛把我紧紧护在身后，眼神坚定。3A 小队全员进入战斗状态，更残酷的危机降临了。文明筛选降临后，
天空变成诡异的血红色。我们驾车返程，高速公路不停崩塌，路边的变异树木疯狂抽打着战车，狮群在后面疯狂追赶。路在动，前面桥断了，根本过不去。战车急刹在断桥边，半个车轮悬空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脑袋突然剧痛，那个冰冷的机械音又出现了。他想控制我，让我杀人，别控制我。秦洛，我要是失控杀了我。闭嘴！我拼命救回来的人，谁也别想抢走，谁也不行。我脑内的魔方突然爆发出金光，激活了空间防火墙，击碎了控制我的代码锁链。我睁开眼，金色树瞳一闪而过，对着虚空怒吼，拒绝做他的工具。车外5000多只红眼狮群包围了我们，弹药耗尽，陷入绝境。我推开秦洛，独自走下车，面对潮水般的狮群，积蓄所有力量，发出皇者尖啸。狮群被威压震慑，冲在前面的直接倒地，剩下的吓得瑟瑟发抖。我冷冷说一声滚，他们就争先恐后的退走了。我透支了精神力，鼻血直流，软软倒向秦洛。这就是王霸之气，我们以后能横着走了。就在我们暂时松口气时，通讯台突然传来求救信号 ，H 市遭遇双重受潮，城墙已破，基地沦陷在即。那是我们的家，我的红烧肉，我的存货都在那儿，回去搞他们。秦洛抱着我，眼神锐利，黑金战车重新启动，朝着 H 市疾驰而去。前路是绝境，可我们3A 小队从未退缩。我们火速赶回 H 市，城外荒原上，一只体型堪比坦克的变异巨龟挡在路中间，战车撞上去直接报废，我们被拍飞出去，个个带伤。这龟壳绝缘倒地，雷电根本没用，没时间绕路 ，H 市等不起。就在这时，白树惊呼，1万多只红眼狮潮追了上来，我们被巨龟和狮潮夹在中间，成了肉夹馍，插翅难飞。前有大王八挡路，后有狮潮围堵，这回真要交代在这了。秦洛说要引开巨龟，让我们突围。我拉住他，看着狮潮突然灵光一闪，他们被高维控制，那谁强就该听谁的。我冲出掩体，独自站在狮潮面前，闭上眼，催动体内的5星晶核，紫色波纹扩散，与红色控制信号碰撞。我猛地睁眼，紫金色瞳孔亮起，都给我听话，转头咬那个大王八。谁先咬到，回头有1盒吃。上万只丧尸瞬间调转枪头，疯狂扑向巨龟，叠罗汉一样缠住它，撕咬它的软肉。巨龟痛苦嘶吼，动作越来越慢。趁现在巨龟被围堵，我们走。我们借着狮潮的掩护，杀出一条血路，冲到 H 市城墙下。可眼前的景象让我们心凉，合金城门被融化，城内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，城破了。来晚了，真的来晚了。没晚，只要我不死，这城就还在。所有伤害这里的东西，我一一清算。秦洛握住我的手，队友们眼神决绝。城破了，但我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。H 市外墙失守，内城广场火光冲天，季大哥重伤挡在幸存者身前，被10几只变异青狼围攻，眼看就要撑不住了。孩子们别怕，有叔叔在，不会让他们伤害你们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们小队借着小飞的低空头送落地救场，秦洛一道雷切直接斩断扑来的青狼，护住了鸡大哥。一声凄厉长啸响起，风系3阶狼王登场，他速度快得像残影，肉眼抓不住，我们根本打不到他。我的肩膀也被他抓伤了，必须限制他的速度，雷系再强，打不到也没用。我看着光滑的地面，突然灵光一闪，想起我囤了好多装修用的强力胶。我快速翻找空间，趁狼王俯冲攻击秦洛时，大喊让他跳起来。大狗子，快跳！超级强力胶，去吧！几10桶强力胶倾泻而出，铺满地面。狼王一脚踩进去，被牢牢粘住，越挣扎粘得越紧，引以为傲的速度彻底废了，成了活靶子。哈哈哈哈，这就是巨型粘鼠板吧？多多，你太有才了！秦洛凝聚雷光，雷枪精准贯穿狼王头颅，将他彻底击杀。可危机还没解除，头顶传来巨大破空声，一个10字架型金属空投舱拖着尾焰砸向市中心。快跑！那是裁决者空投舱，外星人的生物兵器落地就会夷平内城。我们抬头看着越来越近的空投舱，满脸惊恐。刚解决完狼王，更恐怖的危机又一次降临。击杀狼王的喜悦还没散去，10字架型空投舱带着火焰砸向市中心，烟尘中3米高的裁决者走出，白色外骨骼配双头光剑，冰冷又恐怖。
他瞬间锁定秦洛，光剑轻易瓦解雷盾，一刀划伤秦洛胸口，他倒飞出去，身受重伤。物理攻击打不破他的能量护盾，虎哥也被他踢飞。他的武器能瓦解异能，别硬扛。我彻底被激怒，提着电锯瞬移过去，却被他的护盾震伤，还被他掐住脖子拎在半空，呼吸困难。可我死死盯着他，绝不屈服。放开他，有本事冲我来！关键时刻，林千星的声音传来，说他的护盾有刷新频率，让我用空间震荡干扰。我想起摇可乐炸屏的样子，用尽全身力气发动空间异能，空间震荡扩散，裁决者的护盾剧烈闪烁，啪的一声炸碎。秦洛爆发仅剩的异能，化作雷光，雷枪精准贯穿他的核心。我趁机用空间切割，切断他的机械臂，落地后瘫倒在地。秦洛扶着我，我们以为终于赢了，可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起。快看天上，筛选之眼被激怒了。我们抬头，天空的筛选之眼凝聚起恐怖的红光，云层染成血色，毁天灭地的气息扑面而来，神罚将至。我们对视一眼，眼中满是凝重与决绝。这场硬仗，我们必须撑下去。裁决者被击杀后，筛选之眼彻底发怒，漫天红光笼罩哀之市，空气电离，百姓惊恐奔逃，绝望蔓延。我拉着秦洛的手，说死也要和他埋在一起，还要带上我的灵石。大狗子，死了也要埋一起，还要带上我的灵石。别说傻话，我们绝不会死。下一秒，筛选之眼射出数公里粗的红光光束，毁灭一切。我想张开空间屏障，却瞬间崩解。就在这时，林千星启动炼金大阵，6道金光汇聚成穹顶，挡住了光束。可大阵耗金河太快，林千星说我的金河烧了一半，我瞬间心疼到崩溃。那可是我攒了好久的家底啊，我的金河烧了一半，那是我辛辛苦苦攒的。秦洛冷静决断，说不能坐以待毙，要主动出击，毁掉筛选之眼。小飞咬牙说拼上性命，也把我们送上去。拼上这条命，我也把你们送到平流层。我立刻拿出氧气瓶和宇航服，没再心疼金河，赶烧我的金河，回我的家，非要戳瞎这破眼睛。小飞仰天长啸，化身10米金翅大鹏，双翼展开遮天蔽日。我和秦洛跳上鸟背，他说我们去屠神，我喊着为了家园冲压。金色大鹏载着我们，顶着红光，迎着毁灭气息，像一支利箭直冲筛选之眼。这是赌上所有的逆战，是人类最后的希望。我们向死而生。小飞化身金翅大鹏，载着我和秦洛冲向高空裂缝。云层之上寒风刺骨，护目镜结满冰霜，缺氧极寒，每一秒都在煎熬。突然，裂缝涌出数百个黑色无人机，激光如雨倾泻而来。小飞做滚筒机动躲避，我艰难撑开空间屏障，却快要支撑不住。多多，快戴氧气面罩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就在我们套宇航服时，一发激光击中小飞的翅膀，它惨叫着失去平衡，我们被甩离鸟背，一同向万丈深渊坠落。踩着我上去，别管我，保住 H 市。危急时刻，我灵光一闪，疯狂从空间里扔东西，防盗门、冰箱、沙发、衣柜堆成一条空中天梯。秦洛抱着我，踩着杂物逆势而上，都给我顶住！冰箱、沙发别掉太快，我们踩着最后一辆报废私家车接力冲刺。秦洛凝聚全身异能，双眼雷光爆射，雷枪化作巨柱，轰开机械守卫防线。给老子滚开！我们趁机扎进红色裂缝，穿过红光，眼前变成满是几何线条的白色异空间。中央王座上，一个神秘黑袍生物正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。有趣的低等生物，你们给了我一个惊喜。我们的逆战之路迎来了最可怕的挑战。我和秦洛闯入折叠空间，这里没有重力，光线像流体。中央王座上的观察者一脸傲慢，说人类文明低等，要审判我们。筛选掉你们这些低等文明，是宇宙的进化。配不配存在，不是你说了算。观察者挥了挥手，发动精神攻击。秦洛陷入幻境，眼神空洞，竟然举枪对准了我。我一点都不慌，
他的精神攻击对我没用，我脑子里只有红烧肉和大狗子。大狗子，你干嘛？这是我的头，不是西瓜，不能开枪。我越想越气，瞬移到他面前，抡圆了巴掌，啪的一声狠狠打醒他，还对着他大喊开饭。红烧肉，大鸡腿管够。饭，多多，我刚才……秦洛彻底清醒。我们联手反杀，他正面用雷枪强攻，我瞬移到观察者背后，发动空间绞杀，打破他的能量盾。秦洛趁机贯穿他的胸膛，观察者消散，折叠空间开始坍塌，虚空中出现漆黑漩涡，里面传来恐怖的虫鸣，无数未知生物在窥伺。我们看着不断扩大的漩涡，满脸凝重。刚打败观察者，更恐怖的虫族危机已经悄然降临。观察者消散后，巨大的黑色虫洞开启，虫族的巨型触手冲破漩涡，沾满粘稠粘液，嘶鸣声刺耳。他们想闯入地球，毁掉我的家。休想！给我滚回你的深渊里去！秦烈的雷枪打不动虫族甲壳，我挡在虫洞前，拼尽全力发动空间闭合，虫洞收缩，却被虫族强行撑开。巨大的反震力让我七窍流血，皮肤开裂，能量彻底透支。多多，停上！你会死的，别再撑了！不停，有我的家，有你，不能给虫子毁掉。就在我快要力竭松手时，秦洛从身后抱住我，将他全部的雷系本源毫无保留地输给我，两种能量交融，产生起点效应，包裹住我们俩。全部都给你，我们一起关上它，要死一起死，要护一起护。我们双手相握，齐声怒吼，白金色光芒横扫虚空，切断所有虫族触手，强力挤压虫洞，黑色漩涡不断收缩，最终化作黑点，彻底消失。虫洞被成功闭合，折叠空间崩碎。我和秦洛从万米高空坠落，他紧紧抱着我，用身体护着我。地面上红光消散，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，洒在大地上。我们赌上性命，换回了人类的黎明。满目疮痍的 H 市终于迎来了新生，那些遗憾的、珍惜的，都在这一刻有了归宿。虫洞闭合1个月 ，H 市进入重建，铁丝网把人类和觉醒丧尸分开，冲突不断。激进人类骂丧尸是怪物，憨厚的铁柱叔叔被欺负，连修好的收音机都被砸了。我不吃人，我以前是修车的，不会伤害你们。我和秦洛打理特区，每天看文件快烦死。我们完蛋了！可麻烦还是来了，人类商会断了我们的粮食，还嘲讽丧尸不配吃粮。放屁！丧尸也要吃肉吃饭，不吃饱哪有力气守特区？谈判时还敢要黄金，我哪儿囤那没用的东西啊？我气不过，直接在特区广场开仓放粮，打个响指，空间里的冻猪肉、罐头、可乐全倾泻出来，堆成小山，还有发电机和机甲，直接震慑全场。商会不给饭我给，劳动力、信息都能换吃的，换物资。人类难民翻铁丝网过来排队，和觉醒丧尸一起领盒饭，之前的偏见全没了。果然没有什么是好吃的解决不了的。秦洛笑着说，我管理简单粗暴，我才不管，管用就行。晚上我趴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手里还攥着空午餐肉罐头，迷迷糊糊中感觉身上盖了件温暖的外套。后来才知道秦洛偷偷在给我准备神秘礼物，他拿着图纸找林千星做东西，还说要用我那枚拿命换来的5星金盒。我虽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但我知道他一定是想给我惊喜啊。H 市恢复电力，废弃游乐园重新开放。秦洛带我去坐摩天轮，他拉着我的手，走姿僵硬的像排雷。我只顾着吃棉花糖，根本没察觉他不对劲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小飞他们躲在草丛里当助攻，还调试了摩天轮，想在最高点给我们创造求婚时机，结果翻车了。多多，我有话想跟你说，关于我和你。是不是晚上吃烤鱼加好多辣椒那种？秦洛想单膝跪地掏戒指，结果摩天轮突然卡死，轿厢晃得厉害，戒指盒飞出去，戒指差点从门缝掉下去，他急得飞扑去抓，样子又狼狈又可爱。
我伸手稳稳捏住戒指，对着夕阳一看，亮晶晶的，是用我的5星金合作的。他帮我戴在手上，告诉他尺寸刚刚好，我们早就绑定在一起，不用走流程。你是我的饲养员，我是你的小诗诗，还要什么流程？我喜欢你，早就想和你绑定了。我们在摩天轮最高点拥吻，远处的灯光组成歪歪扭扭的心形。小飞他们在草丛里欢呼，可就在最甜蜜的时候，戒指突然震动，发出刺耳的嗡鸣，甜蜜瞬间被打破。秦洛，许多多出大事了，接收到半人马座信号，和之前虫洞方向一致，新的危机来了。戒指红光闪烁，秦洛眼神凝重地望向夜空，我们刚收获的幸福，又要面临星际危机的考验。破译半人马座信号后，我们得知虫族女皇苏醒，主力集结，3年后就会入侵地球，被动防御只有死路一条。秦洛决定主动出击，御敌于星河之外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，这是我们唯一的生路。不能让虫子回我的家，我要跟你一起去，还想看看外星虫子能不能做零食。就在大家以为没有星际飞船时，林千星打开地下机库，破晓号星际战舰亮相，科技感拉满，还有专属我们的新装备。我的电锯变成了会发光的光子刃，太好看了。触摸破晓号时，我的空间突然解锁终极模式，变得超级大，能装下整艘飞船，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补给。我就是宇宙第一囤货小富婆。晨曦出露，发射台上，穆恩雅抱着我哭，鸡大哥带着孩子们给我们敬礼。我们和亲友告别，迈着坚定的步伐登上破晓号，舱门关闭，牵挂留在身后。坐稳了，目标半人马座，老司机发车了。破晓号喷射黄色火焰，冲过云层，穿过大气层，地球变成脚下小小的蓝点，那是我们拼尽全力也要守护的家园。目标星辰大海，3A 小队出击！星际远征正式开启，我们奔赴星河，去斩断虫族的入侵之路。哪怕前路凶险，哪怕再也回不来，我们也绝不退缩，只为守护地球的黎明。破晓号承载人类希望正式升空，冲破大气层时引擎轰鸣，仪表狂闪。H 是在脚下越来越小，地球慢慢变成一颗蔚蓝小玻璃球。我趴在舷窗上，紧紧攥着秦洛送我的金河戒指，又好奇又舍不得。为了不让这颗球碎掉，我们必须去挡子弹。脱离重力时，飞船剧烈抖动，郭仔把我们死死按在座椅上。小飞喊比过山车还刺激。白鼠冷静报数据，林千星疯狂操控。我们终于平稳进入太空，可宇宙太黑、太安静、太空旷了。我第一次感到害怕。没有商店，没有零食，没有家的味道。我慌得只想数薯片找安全感。别怕，飞船在，家就在。你带了半个 H 市的物资，够吃到下个世纪。也是哦，我是富婆。驶入虫洞辐射带时，我体内七彩魔方突然爆发金光，空间终极进化，星际堡垒模式解锁。我随手一挥，淡金色光膜罩住破晓号，护盾暴涨10倍。我还把空间里的石油喂给飞船，能量直接拉满。护盾10倍强化，燃料全满。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以后缺啥喊我，我是宇宙第一移动补给站。秦洛下令锁定半人马座，林千星启动跃迁引擎，光线被拉长扭曲，破晓号化作一道流光，一头扎进虫洞。星河浩瀚，前路未知，但3A 小队从不退缩，我们的远征才刚刚开始。从末世废墟打到星际传奇，3A 战队早已是响彻星河的名字。这场异星虫族大战刚结束，紫色极光，双月高悬，虫族母皇倒在脚下，我站在虫皇头顶，光子电锯一收，帅得干脆。虫壳 S 级，林千星际的估价，帅不过3秒，我当场瘫坐，朝着下面大喊：秦洛，没电了，帮我下来！秦洛战靴喷射蓝光，飞身把我稳稳公主抱，动作熟练到不像话。他擦干净我脸上的虫血，像对待宝贝一样温柔。我饿了，刚才空间湮灭太费体力。下一秒，保温饭盒打开，热气腾腾的糖醋小排直接递到嘴边，全宇宙最好吃的味道，永远是秦洛亲手做的。慢点吃，一辈子都给你做。队友们已经见怪不怪，小飞疯狂起哄，
威虎吐槽队长陪老婆才是主业，白树一本正经分析爱情 buff。林千星一喊有星辰砂可以囤，我瞬间满血复活。你坐着吃，我帮你收。双月最美的时候，我们在破晓号前拍全家福，我手里还攥着排骨，比着耶。秦洛搂着我，低头轻轻吻我的额头，这一瞬间被永远定格在一星的星空下。不看镜头，你比镜头好看。照片融进银河，破晓号化作流光，我们再次起航，从地球到星河，从废墟到宇宙尽头。我负责囤货，他负责宠我，队友们一路相伴。下一站去哪儿？继续囤。仙女座全是钻石，去给我的富婆囤光它。我是许多多，末日来临前觉醒了空间异能的丧尸一枚。我被异能者老同学秦洛发现后，他不仅没杀我，还把我吸收进了他的3A 特战小队。加入3A 以来，每天不是在出任务，就是在出任务的路上。刚从恩市救完人回来，就又接到了清剿埃市变异海洋生物的任务，结果一到这边就遇到了寒潮和大战。你看看你成什么样了，脏脏湿，换衣服去，走。刚刚叫你换你不换，冷了吧？你呀，初中的老同学秦洛，以前明明是个绝差，现在却成了我的领导。人生啊不，师生啊。哼，不过看在他比海鲜还香的份上，我忍了。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不害臊？你穿这个挺好看的，下次得跟基地反馈一下，弄点冬装出来。天气一冷，你那些小裙子都穿不了了，头发扎成这样，绑起来吧。绑？是说我帮你绑，拿点发套出来。虽然语言能力不太利索，但是秦洛能听懂我的诗言诗语，那就够了。嘿，我可真是天才。救命！我们被3星变异奥龙袭击了，请求支援！干活了。好嘞。有救了，是3A 来了！好大好大的龙虾，想吃。小班长，这是个硬家伙，你在后面做辅助，别往前冲。听到？多多，眼部都打不穿，这壳太厚了。这边虫子太多了，根本无法近身，压了一波又来一波。去不动。多多，不听话，没事吧？让你躲远点，你不听。这东西近战根本打不了，等下掉进水里不得冷死你？水电水，我知道怎么打了。小班长，你真是我的福星！所有人立即上岸，离开水域，撤离完向我汇报。王威虎辅助。走，我撑不了太久。他该不会是要用他那个雷暴异能吧？在这个全是水的地方，这个疯子！所有人立即上岸，快点！白鸽玫瑰小队撤离完毕。就是现在！今天吃全熟。好香。哦，舒坦，太牛了！洛神好猛，带壳的就得他来，热武器和冷武器都没他的电来得快。要不是我实力不够，真的很想加入3A。
这东西不吃人吧？要是吃人就可惜了。这么大一只奥龙，可以清蒸、红烧、白灼。熟了，应该能砍动了。哇，小班长你干嘛？也太猛了！很好，是一只还没吃过人的好宝宝，可以吃。这整只奥龙卖出去得值不少钱。别啊，留着自己吃呗，这多难得的大奥龙。行，留着自己吃，咱们3A 不差这点积分。整只奥龙说留就留。3A 对这个小怪物也太好了吧！哇，这也太香了，简直是天使啊！换我也会拼命宠它啊！太阳下山开始涨潮了，气温更低了，撤吧，秦队。哀氏基地还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好，走了，馋猫。不要啊！放我下来，我还没囤够呢！海鲜，我的海鲜！什么人？是总部来的异能者吗？我们是哀氏基地的，上面让我们来接应各位。各位打了一天辛苦了，跟我们的车走就行。带路吧。抽枪吧。到了，里面请。天气这么冷，他们怎么住在帐篷里？好瘦的孩子，他没有东西吃吗？怎么住得这么乱？城内的地方不够居民住的吗？20几万人，怎么可能住得下？你们这边区域怎么划分的？每天吃什么？一天能吃几顿？这个基地怪怪的，基地入口一般不是要放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类的核心申言吗？这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跟紧了，别走丢了。麻烦给我们小队一个套间。是这样的，先生，我们上次说了，一定要服务好各位战士。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休息环境，特意给大家安排了豪华大房。不用，我们小队不习惯分开住。你们3A 吃苦吃上瘾了，人家哀氏领导的一番好意你还不领啊？小人得志，看你们这得瑟样，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是您要的套间，2个房间，1个大客厅。可恶，这房间装修的那么精致，怎么也不管干城门口那些帐篷区。没。小班长说没有监控和窃听器，安全。哎呦，怎么小班长说什么你都能知道？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？少贫嘴！他们接收了幸存者，却不管他们死活，怕是如果没有这些海洋生物上岸，这基地负责人还不想联系总部呢。这边的市长叫吴达海，只是个普通人，但他的保镖异能有3阶初期火系，前不久因为救人受伤住院了。资料不一定是真的。基地里虽然没有外面气温低，但也很冷很冷的，城门口的人要怎么办呀？看来是打算让他们硬扛呗。哀氏基地这帮家伙，你别操心这些了，先去洗澡，在外面冻1天了，等下感冒了。我不冷。快去。嘿呦，怎么没喊我们去洗澡啊，队长？人家小班长一丧尸，你担心他感冒？废什么话，他又不是普通的丧尸。别怕，我们就是找你问点事儿。窃听器。窃听器不能关太久，我只能长话短说，求求你们救救我们！我们的市长被他的保镖挟持了，整个哀氏都在他的掌控之中，而且窃听器要是坏掉的话，我会被抓去审讯室的。用这个打字。我们市长大人打算在今晚设宴招待你们，有很多漂亮的礼服和配饰供你们随意挑选。我靠，真的啊？你们基地这么豪横吗？名表配饰都能随便点？能，还有名车接送和美女作陪呢。哀氏很缺异能者，他们想用钱财迷惑你们，让你们留下来为他们办事。之前有很多人已经叛变，保镖叫E6奇，一直在招揽异能者，给足甜头，让他们为他钻事。基地的异能者很多不知道意志能提升等级，E6奇把这个消息封锁了，收走了大家的一盒。帐篷区要支付租金，大家累死累活都不一定能活下来。来过哀氏的几支战斗小队全都叛变了，明面上是留下来辅助建造，私下其实是拥护E6奇。求救信息写得那么惨烈，召集所有异能者过来抵抗海洋生物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
我们会转述给总部的，谢谢你的告知。几位选好衣服了吗？如果选择困难的话，小鹿也可以为你们安排专门的造型设计师呢。衣服不用了，宴会在哪儿？我们到时候自己去。好的，就在楼下18楼的宴会大厅里，时间是晚上8点半。那就先这样吧，晚点我们会过去。这基地真是烂透了啊！都漠视了豪车名表有什么用？一群傻。真想掏出电锯给这里的负责人一下，太黑心了。既然有人当不了领导，那就换个人。果然大狗狗很可靠，是个好大狗狗。秦哥就是最屌的，酷毙了！也不能排除市长才是幕后黑手，让这位保镖挡刀。等会儿去宴会摸下底，出去外面衣服也得穿好，别感冒了。好好好，王老妈子，听到没有？别感冒了，过来吹头发。秦哥，小班长也太听你的话了吧？那是他最黏我。这是什么小队啊？颜值这么高！3A 啊，他们就是3A 小队。我可是有一堆金子，50条金子，能不能让那个女孩子陪我一晚上？50条金条，想让3A 的异化者陪你，你再大声一点，3A 能把你脑袋拽掉。你知道他的武器是什么吗？还让他陪你？他一电锯下去，你估计得成2半。可恶，居然有这么多好吃的在这搞宴会，不给外面的老百姓吃，气死我了！看见了，别着急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哀市，我是哀市市长吴达海。明天清剿变异海洋生物也得仰仗各位了。等清剿完毕，我们肯定好好答谢各位。今晚的宴会大家还满意吗？满意！吴市长豪气！这位吴市长，我家小班长有话让我问你，请说。基地入口的帐篷区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市中心空荡荡，入口的帐篷区却那么拥挤？零下的天气让普通人在外面苦熬，你们基地的工作人员是都瞎了眼吗？是啊，说好的欢迎仪式，你整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做什么？你把我们骗到这里来是想要做什么？什么情况？我给了这么多好烟好酒，名表美人，都诱惑不了他们这些人。我小班长说，你今天必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其实我也是被逼的，我没有实权，都是我那位保镖做主，是他想要招兵买马，我也没办法。帮忙测个谎。什么？这个世界上竟然真的有测谎的异能？莫威队长的异能是牢笼、催眠和幻境，被选中的人不到10秒就会开始吐真话。我是叛徒，我背叛了总部，我准备在今晚给你们下毒药，到时候你们就只能听我差遣。将军，不是，秦队你怎么说杀就杀了呀？这也太突然了吧！他话都还没说完呢，你怎么可以杀我们市长？你这个疯子！不许凶我大狗狗！这就是个人渣，还听他废什么话？没听他说研究了新型毒药出来，晚上要给你们下药吗？还让他管理基地，你们脑子没事吧？再机智，把你们送去黄泉路上跟他作伴。记忆读取，发动。该死的，他还囚禁了一堆小女孩，就关在医院里。就算他有问题，你们这样也太鲁莽了吧？后续怎么办？市长死了，这么大的城市谁来操制？有谁可以胜任市长这个位置的？有信心的自己举荐了，机会难得。我姓连，我可以暂时管理基地，并且我可以保证，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。没说谎。行，那就你来，不要放弃任何一个人类的基地守则，知道吧？赶紧去把外面的幸存者都安排起来，这突然大降温，普通人在外面得冻死。你还有你，跟我来。等，哪里走？带我一个。
我们已经上报给总部了，晚点就有人来治你们。一个个都把歪心思给我收好了，敢乱跑，我一脚一个。小班长，咱们别看他们辣眼睛。秦队，还有一个人没解决。我知道，保镖167期在市中心第一医院病房里。你们在这里守着，顺便抓紧时间休息。天亮后轮流去外面清剿变异海洋生物，自己排班次。你们要去哪儿啊？少问，听安排。我还以为拿到线索再慢慢整顿呢，秦哥一上来就一枪就干掉这家伙，牛！今晚的大狗狗真是帅炸了。行了，也不要太崇拜我，抓紧把这点破事收尾掉。话说总部的人干什么吃的？没发现这边根基都歪了吗？这趟任务得加钱，没个100万积分都不行。就这点出息，怎么也得要个500万积分。就是，秦哥，你不还念叨着要给多多换冬装吗？你偷听我们俩讲话啊？又不只是我一个人，他们俩也总偷听啊。你要是不想让人听，倒是收敛点儿，一天天腻歪的，以为我们不知道似的。做任务呢，废话少说点。唉，也不知道他能听懂多少，脑子时灵时不灵的。没事了，我们来接你们出去了，不用怕。丧尸！不是，他不是外面的丧尸，他是自己人，是来救你们的。他们有点怕我，你们先安抚吧，我先出去。翻遍了整个医院都没有，那个保镖不在这儿，可能给这小子跑了。那些变异海螺和海星又来啃围墙了。保镖先不管，先干活吧。不是，他们真的是人吗？前面清剿了一天，晚上的市长又整幺蛾子，还去抓了保镖，现在居然还有精力过来守城。3A 真的不要太牛啊！小章鱼好吃，海值可以凉拌，通通装起来。这是真正的赶海啊！小班长，那边还有一堆海螺，快收！多多，快来，这边收一下。秦哥，你们俩这配合也太默契了。小班长，这给你，念年头扇贝都不长珍珠了，全长1盒。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吃上这么好的食物，我还以为我会冻死了。老天开眼啊，英雄来救我们了，真想见见他们，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。你说说你，有你这么囤东西的吗？真不怕撑死啊？来日方长，慢慢囤嘛。我要累死了，老王、老白，人家也要贝贝，要贝贝。我给你1巴掌，要不要？要贝贝。你叫老子一声爸爸，叫了就背你。爸爸！着火了！大狗子！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怎么乱闯男人房间？快醒醒！看，我操！走，我带你转移。秦队，仓库烧起来了，棉衣、燃料、粮食都在里面。安置区旁边那几栋楼也被烧了，里面有好多人没来得及撤出来。你们小队去仓库抢物资，木梅和金鹏小队去抢救对面那2栋楼，其余人跟我走。凭啥听你安排？情况紧急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内讧？这不是普通的火，
普通的方法很难灭。不行，里面还有人，你这样会把他们呛死。你在外面支援，这里危险。我才不要留在外面，我也要救人。这火到底是怎么着起来的？是吴大海那个保镖167，这是他的异能。怎么进来了？不是跟你说躲远点吗？救命！救救我们！丧尸！有丧尸啊！闭嘴！不想死就跟他走。小班长，窗户这边，把人给我！小班长！谢谢你。大狗子，我要塌了！这边！哇！疼死老子了！快接一下他！怎么回事？你的异能呢？我的异能发动不起来了。我的也没了。那个保镖167引爆了前市长留下来的一堆异核，不知道是不是受这个的影响，现在我们的异能都用不了了，都怪金川秋，非要跟他抢异核。该死！异能没了不就跟普通人无异？这下还怎么救活？我的异能好像还在。火越来越大了。市中心那边的火灭了，但是储备水用的差不多了。后面几栋楼里还有好多人，这排楼烧穿了，后面全完了。让穆培他们带人去运海水，金鹏小队去抓167，其余人继续跟我救人，没异能也要救。不，多多，当心把自己点着了，这儿我们来就行，你快出去。空间能囤东西，能囤火吗？这怎么回事？火怎么了？怎么往这边涌过来了？是啊，感觉被什么东西吸过来了一样。快看，那几栋楼的火灭了！豆豆，小班长，小班长，秦队，我们抓到那个保镖了。终于灭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秦队长，这是怎么了？受伤了？火已经灭了，去把剩下的人救出来。小飞、白叔、威虎也一起去，别跟着了。队长，受困的人员已经全部救出来了。小班长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医生怎么说？
这里的医生看不出来，小班长怎么还能把火熄了？而且他的异能居然还能用！这件事都烂在肚子里，谁也别说，这异能太惹眼了。多多啊，多多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想急死我？秦队，你们吃过早餐了吗？这是基地特意给战队们做的饭菜，大家都吃点吧。昨晚要是没有你们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没什么。不，你们是英雄，大家都想当面对你们说声谢谢。谢谢你们来了埃氏，谢谢大家救了我们。现在受伤的人不少，但没人死亡，大家都在往新的住宅区搬。新市长打开好几个库房，设立救援物资分配点，总部也派了好多人来帮忙，这些都多亏了你们。小班长才是英雄，真想告诉所有人，是小班长救了他们。小班长要是知道这结果，肯定高兴。我这是升级了，绞杀、隔离、种植，哇，变得这么厉害！多多，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大狗子，大狗子！这次多亏了你们，火救的及时，要不然埃氏肯定损失严重。回去总部会给你们记功的。说起来，这吴达海也有点本事，一个没有异能的普通人，愣是把一群异能者耍得团团转。那个保镖呢？他早年被吴达海救过命，跟了他很多年了，也是个忠心的。我们会把他带回总部，让他接受审判。狱中傻缺玩意儿一个。你们的异能恢复了吗？那天晚上不久就恢复了。看来异核爆炸的冲击只是能让异能短暂失效。以前还从来没有过异核爆炸的案例，这个我们也会记录在册子里，让科研人员研究。你们3A 小队想要什么嘉奖都可以提。该嘉奖的是我们小班长，可惜他的异能要保密。多多，你终于醒了，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小班长醒了。身上疼不疼？渴不渴？难受吗？要不要喝水？要不要叫医生？小班长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压着他了，给我起来！你们这样让小班长怎么回答你们啊？我挺好的，哪儿都不疼。火灾怎么样了？你下次不许这样，听到没有？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？万一把你烧死怎么办？好了，队长，人刚醒，你别把小班长吓着了。大狗不气不气，我告诉你一件好事，我的空间升级了。那还真是因祸得福了。得个屁！下次做决定之前跟我们商量一下，也好给我们一点心理准备。虽然这次是很帅，那火哗哗往你掌心里钻，这场面我见都没见过，吓都吓死了。哎，不对，那小班长你吸收进去的火到哪儿去了？可能是被我的魔方空间吸收了，我也不是很懂。别生气嘛。你是小猫还是小狗？还蹭我，撒开！口嫌体正。昨晚谁握着小班长的手撒了2滴猫尿来着？陈小飞。略略略。我操！你们听到没有？小班长开口说话了。小班长本来就能偶尔蹦1、2个字，大惊小怪。肚子饿了。小班长，你肚子饿了？小鹿之前送的饭还热着呢。能吃了就是好事。小班长这吃相比我都猛。慢点啃，没人跟你抢。许妹妹，怎么样？听说你被烟呛晕了，现在身上疼不疼？头晕不晕？外面灾民们都在夸你呢，说门框都烧塌了，你还往里进，你怎么胆子那么大？我们队长说你累晕了，让我们别来吵你。你现在好点没？
我好多了，你们也吃。你吃，你吃我们不吃。研究中心的人说，变异海洋生物的入侵跟台风有关。现在台风过了，变异海洋生物暂时不会大份级上岸。哀市这边任务收尾了，总部通知各队可以撤了。早点回去也好，让总部那边再给他做个全面检查看看。收拾的差不多就出发吧，后会有期。恩人在哪儿辆车？恩人呐，家里没啥好东西，晒的海带干路上吃。不用，老伯伯，我有很多很多吃的。拿着。霸道伯伯很爱。就是她，白头发那个姐姐。我爷爷说火是她收的，她一定是神女下凡来拯救人间的。听到没，小班长？说你是救世神女呢，这小孩有眼光。有眼光。大家都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那我做的一切都值得了。这次一起出任务很愉快，总部见。多多姐姐，王哥，希望下次任务还能跟你们一起出啊！飞带飞太爽了！你们3A 真是永远的神，不变的神话呀！没有，一般。给大狗狗夸美了，感觉它的尾巴都要露出来了。小班长，你看什么呢？再看尾巴。不是你们玩这么花，我错了，我就不该问。又看，多多你不害臊啊？哪有人天天盯着人那啥看的啊？本来长得就可爱，这眼神这谁遭得住啊？下去！不让看还不让摸，太过分了！哼！哟，你耍流氓你还生气了，真是。这次要不是金川琼贪财想抢吴达海留下来的异盒，救火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失去异能，小班长就不会以身犯险了。这事儿有他一笔账。放心吧，他好过不了。我递交给总部的 U 盘里有他们所有的罪证，这是他们给我的回复。咱们的战斗小队竟然会犯这种原则性的错误，白树同志请放心，我们一定秉公处置，必须给他们个教训。老白，你真的太阴险了，好可怕！哪天你要是真看我不顺眼，会不会把我给卖了？找死！你现在的表情就很可怕。小飞一天天傻兮兮的。小班长，你看看他们都欺负我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欢迎来到 H 市幸存者基地，外来人员需进入通道到隔间进行24小时隔离。上次来这里还忐忑不安，现在已经是他们中的一员了。妈呀，这次你就是我亲哥，本来就应该像这样，多带点海鲜回来造福我们。速度点，我小班长困了，价格给高一点。安啦，我还能让你亏本不成？马上小冰河时期就要来了，到时候积分有用着呢。这当口跟我交易，那是你走运。哇，宝儿，你又变成白帽了，你白发真的很绝，巨漂亮。行了，我们还得去研究中心做检查。宝儿，咱们下次再见啦。哦，天哪，他刚刚是不是对着我笑了？我竟然忘了拍照啊！是不是又想研究啊？哎呀，宝宝，醒着的白毛化宝宝比睡的宝宝还要可爱，跟我回家吧，怎么样？你做梦吧！小气鬼，喝凉水。你们3A 这次可是出尽了风头啊，论坛里都讨论疯了。听说金鹏小队被罚了，一人罚了100万积分，3000字手写检讨书，还要关10天禁闭。小队里还被塞了一位监视他们的新成员，总部这次挺狠啊。我小班长说他活该。不是，你有读心术啊？那必须的。麻烦你给他做下检查，感觉他这次白毛化比起上一次，智力退化的没那么快。技能诊断书启动。他挺健康的，不要一点小事就这么紧张。你给他塞什么东西呢？好心没好报，最新研究出来的一盒西式果冻，好吃的很。我给诗诗宝宝的，又不是给你的。好吃，
虽然我可喜欢干嚼一盒，跟嚼硬糖似的，不过果冻也挺好吃。啊，我小班长问你，除了果冻还有什么？还有添加了变异动物肉的西式叶午餐肉火腿肠奶酪棒，要不要来一点儿？好，一样来1箱。多多还是不能说话吗？不能，不过也没事，顺其自然呗。反正他说不说话，我们小队都能懂他的意思。头发又被你揉乱啦！真的假的？那他现在什么意思？他说再来1箱。呵，快点，我们要回去休息了。他这声是这个意思？不是，这是我说的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乖宝宝都该去睡觉了。这趟挺累的，要是被我发现你又熬夜上网，我就收拾你。好啦，好啰嗦的狗子。感觉大狗子说的对，这次白毛化之后，脑子没有那么木了，想东西能快一点点，虽然也就一点点，不知道是不是跟魔方空间升级了有关。没有味道，但是好像有点解乏的功能，所以我拥有取不完的解乏水源吗？这很有用啊！要是真到了世界物质匮乏的时候，我的空间或许能成为人类最后的底牌。撒点蔬菜种子进去看看，看来到时候有什么变化。我操，怎么说下雪就下雪啊？小冰河时期降临。4带2，哈哈哈哈！没了吧你们？赶紧叫我爸爸！哟，醒了，欢迎来到小冰河时期，宝贝。零下几十度，以后的日子更难喽。小冰河时期，我就睡了一觉，世界又变了。现在外面封锁了，小冰河持续时间在几年到几十年不等。3大基地停止了一切户外活动，市民尽量待在建筑物里抵抗寒潮。吓傻了。那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这次 I 市任务总部奖了我们1000万积分，我把你出色的表现上报了，总部决定破例嘉奖你1张空间卡。这都没用，那如果我说某RR国倒霉了，沉海里去了呢？沉了？真的吗？这招好使。行了，没什么可怕的。之前囤的盒饭快吃完了，趁着不能外出，多做点熟食囤着。外出任务方便吃。行啊，之前你和小飞不是馋章鱼吗？囤点你们爱吃的。哇哦，小班长现在吐字清晰好多哎。应该是成长期吧，之前磨牙，现在到了重新学话的时候。你们3个一块剥蒜头，顺便把菜攒了。遵命，班长大人。不是，你们3A 小队私底是这副德行的吗？谁来了？我带2个小新人认路，他叫淼淼，布偶猫系异化者。这个是乐天一，兔子异化者。领导派我们来调查一下，有没有人想参加元旦晚会。这个小丧尸好漂亮啊，精致的五官太绝了，我要昏过去了。这位白帽小同志，你有没有想表演的节目？表演的好，能拿奖哦。不要，我从小就没什么才艺，总不能现场给大家表演囤东西吧？狮宝宝估计是不行了，他说不了话。长得这么好看，居然不能说话吗？哇，猫耳朵、兔耳朵毛茸茸的，哭起来更可爱了，想摸。乌哟，诗诗宝宝好像是毛绒控哎，更可爱了呢。哎，白树，怎么感觉空气瞬间就酸了？你闻到没有？你问问咱们秦队厨房的醋坛子有没有打翻了？白树，陈小飞，
你们招待客人，你跟我来。给，快摸吧，下次不要盯着别人耳朵和尾巴看。靠，你吓我一跳。摸你，不摸破别人，还是大狗狗好摸。好了，今日份摸耳朵时间到了。新任务：探查 R 市幸存者基地，送去救援物资，并寻找在 R 市失联的几支战斗小队。后天元旦出发。很好，又来了一单新任务。都别磨蹭了，做好准备。别人在过年，我们却要去打怪。 R 市幸存者基地情况挺糟糕的，本来就被变异的一棵大榕树砍住，现在那边还起了浓雾，日子更难。那棵大榕树把整个 R 市都裹起来了，现在车辆、飞机都进不去，失联的那几支小队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这是总部加急赶制的防寒服，还有防潮垫、防寒帐篷以及睡袋。你们的武器也已经给你们加强过了。哇，这次装备好齐全啊！工匠部好厉害啊！这改造技术要太酷炫！我靠，帅啊！这防滑轮胎绝了！不错，应该很快就能到 R 市。走了，小漂亮。欢迎来到 H 市幸存者基地第一道出关检查。H 市幸存者基地全体成员祝您平安出行，愿你们早日归家。感谢你们为全体人类的付出，辛苦了！元旦快乐，祝你们一路顺利。谢谢，也祝你元旦快乐呀！好冷啊，感觉外面不止零下40-50度，得有零下70-80度了。测温仪居然测不出来，太离谱了！大家停车的时候别熄火，气温不对劲。白鸽玫瑰小队收到，火焰小队收到。给。谢谢小班长。自己参与做的美食，好像要更香一点呢。人活着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吃喝拉撒睡？有小帮长真好，小帮长万岁！你能不能别一天天这副傻样？我怕你会传染我。我傻样？你才傻样吧？谁一天天追着喊多多，还不许人家卖萌？明明就是秦哥你自己喜欢人家。陈小飞，抱歉，管教不周。仔，做人不能太实诚，怎么能净说大实话呢？就是会放你们说我滚滚滚！这是猎狗？这边怎么会有猎狗这种东西？长得好丑啊！爸爸来了！这风灌进来好冷。靠，好牛！无敌吸尘器。谢谢，这夸奖不要也罢。我们是火焰小队，他们把我们轮胎打破了一个。先靠边停下来，报下位置。我们就在你们前面，3A 距离我们大约2公里。行，你们等着，10分钟左右到。空间，绞杀，不行，用了12次异能就消耗过半了，不能用太多，还是先用电锯吧。3A 确实疯啊，这小丧尸异化者也真的猛。秦哥、王哥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你们走你们的。我操，多多姐好帅啊！这么多猎狗都是多多姐干掉的，想加我？加个屁啊！少在这里消遣我的小班长，公共频道别瞎聊。
让小飞来，你别脏了手。非常感谢你们的援助，这2颗一盒一并给你们。小事一桩，大家本就该守望互助，快走吧，这天气外面不宜久留。好哎，全筛选了一遍，城里好像收这些异化兽的材料，小班长你看看有没有用的。不到，带走。你说话还带吞字的，不知道就不知道，还不到，卖什么萌，可可爱的？咦，卖什么萌，可可爱爱？快滚！老白，你看看，秦哥好没人性，对着人家呼之则来，挥之即去。别皮了，太冷了，快上车。希望接下来的温度能高一点，在这种天气下，体能消耗会很快。是啊，就下去这么一会儿，感觉都要冻僵了。大狗子很冷吗？怎么了？你干嘛？我给你取暖呀。行了，我现在一点也不冷，真的，我超热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车底啊？嘘，装死就对了。好吧，大狗狗奇奇怪怪的。对了，我有暖手宝。活过来了！小班长真好，小班长万岁！小班长真的无敌，太贴心了。你要抱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咱们俩应该互换一下，应该你埋我胸口才对。这里是儿市啊，这难道不是原始森林吗？站在这种参天大树下，才感受到自己的微小。外面冰天雪地，森林里竟然还能听见鸟叫声，感觉是2个世界。那边怎么还有吃水泥板的甲虫啊？妈呀，还有2个脑袋的蜻蜓！前面只能步行去2市。木梅小队、火焰、冲锋跟着我们，其他人按原定分组行动。收到。3A 怎么这么爱出风头？在哪儿都以为是自己的主场。多多跟紧我，别乱跑。这地面感觉像踩在活物身上。这里虽然绿意盎然，但温度跟外面不相上下，好冷。是啊，嘴巴干死了，脸也疼。你们没护肤膏吧？没有润唇膏？哎，我们有，我们小班长就是细心。哦，真的有！居然还有冻疮膏，多多姐，你可太贴心了啊！以后多多姐一句话，我们肯定指哪打哪。这里有些我捡的漂亮石头，多多姐不要嫌弃。哇，都是好东西，以物换物真是个好传统。至于吗？虽然3A 很出名，但也不至于这么舔吧？咦，好恶心！对了，我有驱虫药粉。这东西管什么用？他们3A 小队就是喜欢装逼，一小姑娘打扮得跟公主似的，真以为自己是公主啊？她自己都是丧尸。我本来就是丧尸，谁说丧尸不能穿公主裙了？这蛇肉应该没问题，也能收起来。你还真是绝缘体，不怕电的。咱们为什么要跪啊？好丢脸啊！都是老大的错，没事爸爸什么。刚刚我们说他坏话没被听见吧？他这眼神太恐怖了，怎么冷冰冰的？全都被我听见了。我的眼神很恐怖吗？怎么还给下跪了？被蛇下跪的，还是被3A 给摔跪的啊？别废话，我只是被绊倒了。哇，
这里有这么多鸟蛋，感觉能吃好久，我得多装点。完了，小班长装了这么多蛋，不得吃到吐去啊！天怎么突然黑了？感觉天气不对劲，雷暴要过来了，全体都有，远离大树底下，防护系异能者把防护打开，雷暴要来了。陈小飞，白树，到齐了没有？妈呀，我差点就被雷劈到了，还得秦哥厉害，提前感应到了。儿市内部的路太难走了，光靠腿走得4、5天。失联小队的痕迹都被植物掩盖掉了。他说什么？他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先送支援物资到R市基地，再从长计议。不错不错，狗子深得我心。也行，大家轮流守夜，剩下的人抓紧时间休息。I市那边是会啃围墙的变异海洋生物，这边是泛滥的植物和变异动物，哪边的任务都好难啊！这一天天的累得慌，打架倒是不怕，赶路烦人啊。不累。洗手了没啊？就摸我头发，你就这么喜欢摸我啊？摸我是要负责的，知道吧？哟，真生气了？我逗你呢，随便摸，没不让你摸。咦，老白，有人把咱们当空气，咱们俩是不是变成透明的了？不是咱们成空气了，是咱们队长太不要脸了。雷暴停了，走吧。你们是总部派来的支援队伍吗？总部来人了！总算到了，累死尸了。总部来人了！还有守门人，那这基地就还活着。辛苦了，没想到总部真的能派人过来。你们一路上肯定吃了不少苦头。我们绝不向末日妥协，我们绝不放弃任何。路上确实不好走，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？这边的植物疯长，直接把建筑物都撑破了，还发生过几次地震。那些爬上建筑物的植物，就是用来固定建筑的针线，缝缝补补，勉强能住人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市长呢？这些都是总部让我们带过来的防寒物资，还有一些药物和食物。实在抱歉，条件简陋，感谢总部的支援物资，我们仓库已经见底了，你们救了整个基地的人。基地没别的吃的了，昨晚来了场雷暴，我们异能者小队捡到了不少鸟蛋，你们尝尝。我们外出任务总部有补贴，不差吃的，你们多吃点，才有力气做事。这些小孩好瘦啊，比之前在哀市帐篷区看到的幸存者们还要瘦。谢谢姐姐。你们基地外面就是变异植物，还有那么多变异动物，怎么日子还过成这样？这边的变异植物可食用的很少，我们能派出去的异能者小队也有限。基地里还要抵抗变异虫子，还会有变异动物袭击围墙，普通人容易受伤生病，一病就倒一大片，也是实在没办法了。末日之下，普通人真的太难了。如果我没有变成丧尸，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今天。这些给你们吃。这都是我们私人的，一点心意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你们一路辛苦了，留下来多住几日休息休息吧。不了，我们就是过来送物资，现在东西送到，情况也了解了，还得去寻找几支失联的小队，就不久待了。那我送送你们。怎么脑子一热就给了呢？我那些物资可是偷偷摸摸攒的。队长你自己先给的啊。算他们做了件好事。他们日子过得真苦，希望支援物资能帮上忙。说什么？他说肯定能的。总部不是说了绝不放弃任何一位人类吗？一只丧尸都有这么高的觉悟。那几支失联小队最后一次定位好像在基地西北方向，咱们先去那边看看情况。这是啥呀？香蕉？
还是丝瓜？是香蕉，这个好吃。这世界还准备疯成什么样？怪不得儿时基地的人连东西都不敢吃了，这谁敢下口啊？多多走了，别吞这个，这长得有点太恶心了。咦，怎么感觉这条路走过了？咱们是不是在原地打转啊？对啊，刚刚那棵树都见过好多次了，别是鬼打墙了吧？不会吧，别吓我啊！虽然我是丧尸，但我可是唯物主义。应该不是，虽然场景相似，这种情况更像迷阵，可能是某个高等变异植物的拟像造景，用来迷惑入侵者。奇怪了，那几支小队怎么毫无痕迹啊？照理说他们失联也会留下一些箭头或暗号，怎么一点都没有？天快黑了，再走下去真会迷路，先停下来休整吧。威虎再造个土堡垒。用这个。这地方信号好像不好，迷路了的话可以用这个。可以啊，不愧是我的小班长，够机灵。谢谢小班长，怎么什么东西都有啊？太酷了！我还有更多呢。谢谢多多姐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女神。大家都太累了，吃完饭就秒睡着了。你可不许秒睡啊，吃完再睡，不补充能量，回头成了呆瓜湿湿，你哭都没地方哭。秦哥你就作吧，再作下去，小班长不要你了。就是，你是不是要说滚滚滚？我就知道你要来这句。这俩二货。大狗狗嘴好笨哦，每次都说不过他们。不是，多多你怎么能用这种表情看着我？我才不要你可怜我。乖，不闹。行，我这天天给你当狗呢，我明明是狼。这饮料是只给我的，对吧？好，快吃吧，不要闹了。怎么没人跟我说这两位是一对呢？好腻味啊！你离不开我了，对吧，多多？怎么还不让人说啊？你得负责。大狗子的嘴巴香香软软的，还有薄荷漱口水的味道，还挺好吃的哎。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？你就亲，你完了，多多，你这次必须负责，这是老子初吻。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渣女，撩完就跑，这让我今晚还怎么睡啊？好安静，不对，有点太安静了，是有点，别说变异动物，连虫叫都没有。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什么东西在唱歌？野里，别出去，天亮再说。老规矩，我去前面探路。秦队，你坚持是对的，这是某个高等变异植物的拟态造景。如果猜测正确，这变异植物等级不会低，3星以上已经是怪物级别。所有人待在一起，不许分散。小飞先回来。完了，耳麦坏了，小飞能听到吗？小飞。还得是你。前面有一株好大的变异美人树，长得跟美女似的，2米高，后面有好多树枝造的鸟笼，里面关着一堆人，穿着咱们总部老款的作战服，是失联的战斗小队，是还活着，得去救他们才行。但是不能看那美人树，一看就会莫名觉得很幸福，像到了天堂。变异天堂树，最新版本的末世生存手册里有的东西，初始就是3星，拥有强烈置换效果，会把人心底最大的欲望无限放大。不要直视他的眼睛和躯体，保持大脑冷静无杂念，以哨子为信号。人类不可能没有欲望，大家最好不要挑战自己的内心。老子绝对不会被一棵树侵略了心智，我把眼睛蒙起来总行了吧？这次不能太莽撞，不然变异美人树就是一口一只小丧尸，知道了吗？
在市场杀鱼20年都没他麻利。多多姐是怪物吧？是吧？杀了你们！老子绝对不会背一棵树！队长，蠢货，白提醒你们了。庄队长，小弟弟你好可爱啊，不跟姐姐玩吗？你看我一眼呀。小雪，奶奶想死你了，你怎么不看奶奶呀？哥哥，我要妈妈！哥哥，你怎么不要妹妹了？是的，哥哥要妹妹。恶心的男人，去死吧！我要嚼碎你们的头颅，吸干你们的血肉，让你们成为我的养分。一盒在哪儿？可能在头部和心脏。太狡猾了，明知道不能看他，一盒偏偏藏在那儿。大狗子！许多多，你别过来！大狗子被这家伙伤了，大家都受伤了。小班长，这东西起码4星，可能奔着5星去了，小班长打不过的。多多，你别过来！一只丧尸有什么愿望呢？最大的愿望也只不过是变成人罢了。基地里的大家都没有抗拒我，反而给了我很多温暖，我是被当成人尊重的。保你白发真的很绝。下去，滚啊！我已经很满足了，最多就是有点馋大狗子而已，所以你对我上。我操！你们快看，好恐怖！我是在做梦吗？敢伤我老婆！都说了让你别过来，亏本买卖啊！一人一尸都弄得一身伤了。这么多人，可……我肯定还在幻觉当中。小班长也太猛了！秦哥居然是被压的那个，不争气啊！太不害臊了，这么多人都看着呢。大狗子甜甜的，亲着好过瘾。我刚才被强吻了，秦哥你醒醒啊！完了，接个吻魂都飘了。激动过头，醉氧了。看什么看？赶紧解救人质！我也去。渣女，亲完就跑。不敢想象，我们得救了，真的得救了！我就说战友们会来救我们的，谢谢你们。只剩150人，其他人都被他吃了，卷进嘴巴里直接吞了。作孽呀！我女儿华红可怜啊，嫁了个黑心鬼，天天被打。末世来了，那厨子自己伤了手臂，感染病毒，还故意要伤我女儿，弄成这种妖怪。伤人的不是你女儿，是怪物病毒。伤人的不是我女儿，是怪物。对，是怪物。他女儿华红是研究生毕业，还找了份好工作，没想到结婚时遇人不淑，和家暴触手纠缠好几年，眼看就要成功离婚。末世到了，渣男被变异天堂树刺伤后，索性咬伤华红，华红就变成了变异美人树，最喜欢虐杀雄性。唉，也是可怜人，她被男人伤害，失去理智后又伤害了无辜的人。木木，宝儿，你
居然会开口说话了，你声音好可爱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我差点就死了，还好我发现变异美人术喜欢先吃男人，死活让我的队友们换上女装，不然就全完蛋了。别看我啊！我好想看大狗子穿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样，男孩子穿女仆装是不是超有感觉的？我跟你说，秦队穿起来肯定也非常 nice， 还可以搭亮闪闪的胸链，跟大胸肌简直绝配，还能这么玩？你别瞎教啊，等会儿秦队就找你算账。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让大狗子试试。拜拜。哟，舍舵来找我了，正好，穆队长想要这棵变异美人树的一盒，卖不卖？玫瑰小队出1000万积分，加一颗3星土系一盒。王哥是土系，你们用得上。穆姐姐小队都是植物系异能，确实比我们更需要这个，卖。给你就拿着，我嘴你都亲了，积分还不敢收啊？谢。应该是我们小队谢谢你们。哇哦，真是软的。你们怎么动不动就乱碰它？不许乱摸。你捏。不必了，我先走了。我告诉你许多多，我生气了，你不哄我你就完了。哄，亲亲。不亲。唉，整天打情骂俏的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怎么，你羡慕啊？不羡慕，乖儿子，你赶紧给我找个儿媳妇，为父就心满意足了。找打呢？王哥，你们小队氛围真好啊，好羡慕。你们也不差，作为新人小队已经很好了，不忘初心，你们也会越来越强大。王哥，居然真的找到了！战士们，快请进！哇，儿时基地的建设变得好起来了。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，我敬各位一杯。你别喝，小丧尸不能喝酒。这小姑娘酒量可以啊。多多，不让喝你还非得喝，你小丧尸能代谢吗？请问你们这里洗手间在哪里？这2位颜值好高，好般配啊！快把酒吐出来！我不是人了。别哭别哭，吐不出来就算了，你哭什么？该让你别喝非要喝，难受了吧？脸红的跟猴子屁股似的，不过倒是挺可爱的。不要！好好好，不放，你别哭。别，先停一下。别哭，给你咬。救命啊！哪天我被你折磨死了，你就给老子守寡吧。姨什么姨？看看你干的好事！你个渣女，给我负责！哟，不多睡会儿，咱们新时代也不兴早起给公婆敬茶呀。就是，秦哥你这脸色不太行啊！滚，走了返程！总部一位基建大佬过来临时开了条公路，只维持1小时，要走就趁现在。那抓紧时间，你们吃早饭了没？哎呀，给我香迷糊了！在末世还能有这样的好伙食，小班长无敌！你们俩被冷风吹到了，吃东西慢一点。糊涂点好啊！昨晚让你签的欠条记住了，等你度过成长期慢慢算账。签。大狗子给我咬，
我下次给大狗子咬回来也正常嘛。小班长估计要到叛逆期了。好家伙，之前磨牙期学说话阶段，现在进化到叛逆期了，头疼。前面有片变异果林，咱们要不要下去摘点啊？据说成熟后不摘的话，它们腐烂的也快。要摘。王哥，今天您说摘哪里，咱们就摘哪里。变异水果、果苗、材料，我通通都要。嘿，诗诗最喜欢囤东西啦。这东西是真的金子还是假的？看见没有？我发现的，这个叫聘礼。聘礼。你就跟着学舌吧，你懂什么叫聘礼？不要小瞧我，我会上网的。就是结婚是什么东西，我还不太明白。好，可恶的小丧尸，不清不楚就乱邀人，过分。这一趟真不亏啊，完成2任务，收集了很多珍稀材料，还额外收获1颗3星土系一盒，美滋滋。这边变异植物生长周期跟加了倍数似的，感觉像游戏里的自动刷新，真有意思。收好了吧，回城。妈呀，总算是回家了，这次走了将近20天。到家了，到家了。今天的天气情况，欢迎回家，这边有热水，同志们先喝口热姜汤驱寒吧。咱们又见面了，这次外出任务感觉怎么样？挺好。天哪，你现在说话这么利索了？好大的醋味！你们3A 逆天啊，上哪儿找来的这么多物资？品相还这么好，这葡萄逆天啊，卖我一点吧。给你2个，这个多多喜欢，不卖。3A 就是神。世风日下呀！别管他，咱去城里炼金店兑换材料去。微火，小飞，走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同志们，中午好。你老板人呢？速速出来！你们是要把我的店拆掉吗？材料放哪儿？这么多，你们也太猛了吧！我给2个支付方案，3套裙子加6000万积分，或3套裙子加4颗3星一盒，雷暴系、精神系、土系、风系，正好对应你们小队的异能。换，选第2种。行，2清，合作愉快。多多走，咱们挑小裙子去。可恶，为什么女孩子的裙子都这么漂亮？你手上不会是肚兜吧？快放回去！你想什么呢，变态？这是头巾，不过你还真别说，给你当肚兜正合适。你丫才是变态吧？你俩这是……女孩子好神奇，怎么每换一套裙子都是一种风格？还说我们，你更变态，都流鼻血了。你好变态，他也变态，嘎嘎都变态，都变态！臭鹦鹉，快闭嘴！4颗一盒都到手了，大狗子他们可以升级了。可以啊，你们拿到的一盒跟你们各项基因都挺符合的。这次3星的一盒稀释药剂应该够你们仨稳冲4阶。小秦努力冲个5阶应该问题不大。5阶是个分水岭，目前全国还没有6阶异能者。到了5阶，身体素质不是一般变化，说是向神进化也不为过。我们已经感知了稀释药剂了，今晚就能打。你们的一盒品质很好，副作用应该也会小一些。副作用我们都了解了，没问题，反正死不了。小秦，你和多多过来一趟，我有点事要单独问问你们。秦哥和小班长完了，肯定是抓他们早恋了。放轻松，总部没有规定成年人不能恋爱，也没有规定异能者不能跟异化者恋爱。不是，好吧，我的错，我也没忍住。多多情况有点复杂，我得做个问答调查，确定没有诱导行为。如果遇到事情，让小王他们带着你，抱着你，你能接受吗？除了小秦，你会对其他人产生依赖，甚至渴望肢体接触的想法吗？好像也不是不可以，但大狗子会不开心，还是算了。不，
别人也香，但狗龟更香。很好。他有没有对你进行强迫性行为？秦洛，是我强迫了他。好，这个细节就不必说了。许多多思维正常，对秦洛抱有好感，是正常恋爱过程。谢谢。谈去吧，谈恋爱也有利于身心健康，不过别往脖子上亲，很危险，颈动脉、气管都在那里。一把年纪了还被长辈训恋爱问题，好羞耻。季教授找你问什么了？他居然同意咱们俩谈恋爱。不许卖萌，知道谈恋爱什么意思吗？就这样，明白了吗？原来亲亲等于谈恋爱，那以后岂不是随便亲亲啃啃？谈？你确定明白？真的答应了，不能反悔的啊！压死老子了！老白，你怎么突然往前扑啊？谁知道这门是双向开关的？秦哥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故意偷听的。对，你们不是故意的，你们是有意的。感觉谈恋爱的亲亲跟之前不一样哎，大狗子亲人好凶。每人10支一盒稀释药剂，放轻松。我操！我心跳速度很快，浑身发热。这次反应有点大。这是常规反应，有的人打完第1天都动不了。本来季教授要分12支，我们觉得你们没问题，就提议10支。靠，你们谋害啊！这是为你们好，难受一点换来更高等级提升不好吗？大背袍的大狗子也好帅啊，怎么觉得湿漉漉的他这么迷人呢？好想咬他。唉，诗诗也变坏了，竟然想要欺负大狗子。你们可以回去休息了，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，随时联系我们。多多，明天见，快去休息吧。多多，别闹，出来！怎么这么叛逆？快回去！我状态有点不对，别一亲就受不了场了。给，亲完回去睡觉。发热的大狗子味道巨香，甜腻中带着薄荷味，比平时香好多，能闻出来比小飞他们严重好多。靠！吓到我了！你干嘛？你是要整死我对吧？别闹了，乖，我这情况你解决不了。话好多，谁说我解决不了？我有种不太妙的感觉。我早上经过小班长房间，想叫他一起来吃早餐，结果他不在。秦哥真禽兽啊！秦哥禽兽！小情侣这样多正常，有什么想不开的？以后就剩下咱们仨单身狗了。怎么3A 就他们3个？这次任务很难吗？听说是挺难的，总部直发的任务，还去搜了不少物资。听说咱们食堂新增的奶茶窗口就是用他们带回来的奶茶店设备开的。3A 是真的富啊！听说他们队里唯一的女孩子身上的裙子一条就大几10万，那也是拿命换的。他们每次都挑难的任务接。别说，这食堂手艺挺好，变异章鱼墨水饺子66一份，3积分就能吃到土豆浓汤配窝窝头。眼前的安稳只是虚的，天气要是继续冷下去，除了儿氏，其他植物都得死。到时候一个儿氏不可能供应得上所有人类的食物。论坛有人发了个有趣的私人任务。疼！你怎么还踢人啊？明明是我做好事帮你。谁教坏你的？你管那个叫做好事？确定不是你自己喜欢？那大狗子反应这么可爱，难道就没有错了吗？扯平。扯不平了。昨晚警告你几百遍你不走，现在走不了了。走，洗澡去。醒了没？有私人任务接吗？我们在门口。小班长好，小班长吃饭没有？小班长真好，我可以拥有一瓶可乐吗？什么私人任务啊？说说呗。议事那边出现了大量的 AI 机器人，
工匠部大师的悬赏了1枚4星机械一盒，每人换一把异兵器，再加1亿积分。机械类的，这东西咱们没交手过啊。资料我整理好了，你们看看。他们竟然也在收集异核，这些机器人也通通变异了，居然知道要靠异核进化。他们居然已经渗透到这个地步了。好像没人敢接这个任务啊！没碰过的东西才会觉得恐惧，怎么也得会会，不然龟缩在基地里瞪着他们变强以后来围剿咱们不成？总部已经分析了他们的弱点，破坏内部线路即可，电击也行，等级碾压也行。那我的雷暴挺行啊，直接把他们电炸了。那我可以用空间绞杀。那我的龙卷风也得管用，直接加点水，岂不是滚筒洗机？打药剂后，我明显觉得能力增加不少，我可以凝成结实土块，直接砸扁他们。接，会会他们。工匠部的人联系我了，让我们去改装武器，还有专项武器，可以液化机械的药水。哇哦，这简直不要太炫酷！什么时候出发？时间没那么急，还得等其他小队集合。总部说不定也会派发任务，先等等。咱们现在的身体状态怎么也得缓2天。先吃饭，晚上吃火锅。打机器人之前先吃饱，火锅，把木姐姐他们也喊过来。什么？吃火锅？好啊，我来帮忙摘菜。呜呼！呜呼！我呀！哎，你这是要烫死你自己吗？倒是吹吹凉再吃啊！你这痛觉不灵敏也可怕的。等着，我给你捞肉吃。你自己不能动手，知道吧？肉肉好吃，还要？我也要喂喂。要个屁！好好吃饭，闹什么？不嫌丢脸啊？妈呀，没想到你们3A 私底下是这样的。话说秦洛，你什么时候把诗诗宝贝给拱了？你们俩在一起了，还带秀恩爱的？就是说呀，过分分，白树树，老王王，你们俩说对不对？叠字字，你恶心心。哎呀，你学人家讨厌厌。陈小飞，你再说一句叠字，今天晚上我揍不死你。怎么了？怎么地？我不能说是吧？我就要说你讨厌厌。啊！那什么，我们小队平常真不这样的。好宝，你真的太猛了，这就把秦队长拿下了。我这边有很多好东西可以送给你哦。上次穆恩亚失去队友后状态不怎么样，现在他恢复活力了，真好。好啦，不要这么看着我，我已经想开了，生死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当下。不哭，哎，没事儿。我其实挺为你开心的，你的队友们都很强大，而且你也越来越好。我们都要好好活下去，努力活久一点。大家在决定外出做任务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。诗诗也是。现在我已经足够幸运了，碰上的小队是老同学们，大狗子也好可爱。什么时候末世结束了就好了，可以过点安心日子。不过现在这样也挺好的嘛。总部果然下达任务了。靠，异世居然还有大量的发电石，让我们去一趟带回来。这次要碰上 B 队他们了。后勤组 B 队里面的蒋安安空间挺大的，他们小队主要负责收集物资任务。发电石很重要啊，现在基地发电全靠它，我们科研中心也离不开它。现在外国发电石卖的超级贵。那希望你们任务顺利。干杯！希望有生之年都不会在战陨名单上听到各位的名字。敬勇敢的我们，敬伟大的他们，敬我们全体人类美好的未来。敬人类！别！苏多多，你怎么又一口干了？快吐出来！完喽，某人的尾巴怕是又要被薅秃喽。轻点儿。毛毛好软。磨牙，
你到底是丧尸还是小仓鼠啊？走吧，马上就要出发了。论坛上其他小队也接了任务，白鸽救玫瑰小队居然又在，这缘分。大狗子太坏了，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，还反咬我，搞得我这2天浑身都是印子。到底谁是丧尸？别生气了，你怎么不说你逼着我穿裙子，不穿还哭，我还委屈呢。哼，咱们俩扯平行行不行？我让你每天摸3分钟尾巴还不行吗？每天3分钟，成交。哟，3分钟。摸尾巴？滚！严肃一点，总部已经发现意识这些机器人没有任何情感，高级机器人甚至会攻击等级低的机器人，碰上没有义核的普通人也会杀掉，而且他们的繁衍以及等级提升得很快，大家要小心一点。感觉每一次的任务都不简单，除了清剿机器人，还要去搜集发电石呢。幸好大家的异能都提升了不少。欢迎来到 H 市幸存者基地第1道出关检查。一切正常 ，H 幸存者基地全体成员祝您平安出行。极端天气车辆行驶，请注意安全。哎呀，又要出任务喽，感觉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做任务身上。安逸不是留给我们这种人的，末世谁敢懈怠啊？谁说出任务就不能安逸啦？吃。哎，怎么突然就投喂起咱们了？谢谢小班长。这车子刚清理过，干干净净，你们渣子别掉车上。老王，你最近有点啰嗦。陈小飞，你最近真的恶心心。不管，人家就要。哎，前面好像有个人在招手啊！这里竟然有幸存者，我们要停车吗？别停车，小心是熊瞎子。这熊居然还会对人招手，太可怕了！他长得好像人啊！你们新人小队解决不了，还容易激怒他，低调火速离开。都没听说过人面熊的故事吧？有种长得像人的熊，会在天气恶劣时伪装成人向路人招手，等人走近了，它就会猛冲过来把人扑倒，再活生生吃掉。果然末世来好可怕！大狗子有时候真的蔫坏。行，我来。行，天气太恶劣了，可见度很低，容易影响判断。这熊你们不用管，交给我们。收到。空间绞杀。小班长你好酷啊！你那大杀招是不是又更厉害一点了？干得好。先休整一下，距离意识还有最后200公里，养足精神再说别的。一旦进入意识，恐怕就没那么轻松了。哎呀，有小班长真好，外面再大风雪都不害怕，还有热乎乎的食物。大狗子暖乎乎的，喜欢。一堆金属堆出来的城市，好像破烂工业城似的。这就是意识，这也太……走，咱们干一场硬仗去。大狗子搁这练兵耍酷呢。3A 全员就位，围剿开始。
我天，怎么这么多？比上次的变异海星还要多！总部的这些新武器有点意思，手感还不错。我老婆真帅。诗诗现在要忙着做任务。什么？这比咱们想象中的好打多了，害我还没来之前还怪紧张的。这3A 确实猛啊，咱们这得什么时候才能追得上他们？没办法，听说他们体质好，基因强，和药剂融合的好，等级自然比别人提升的快。听说3A 的队长和那位漂亮丧尸异化者谈上了，你看那丧尸妹子确实漂亮，干架还这么猛，大几十万的装备身上套着呢，这咱们可养不起。妈的，要知道是3A 在这边，咱们就不应该过来。打的就是你们，作恶多端，我们来收拾你们来了！比想象中的要脆弱一些。其中会有几只比较难打，是为什么？这些难打的里面可能有异核，还真有啊！要是任由他们发展，吞噬完变异动物，就该找上人类基地了。小心点儿，小 boss 还没看见，大 boss 还没出来，别被打个措手不及。哦，好吧。手臂都震麻了，感觉像个无情的流水线女工，埋头哐哐干了一上午。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先收拾战场，机械残骸也有用。老王和小飞把他们收空间卡里吧。这些变异的机器人繁殖的速度好快哦，咱们一直在外面打转，根本打不完。小班长说的没错。我推测异世肯定有好几个制作这些小型机器人的大型工厂，用小机器人拖着咱们，不让咱们进去城市里面。工匠部悬赏的那4星变异机器人，恐怕就在他们的老巢里。我们准备出发异世的市中心一趟。老白猜测这些机器人有工厂在生产，再跟这些小机器人耗下去没必要。收到，我们也觉得这些小机器人有问题。这样，我们掩护你们过去。行，那你们注意安全。收到，收到，明白。别恋战，大家加速前进。多多姐这套洛里特套裙干架确实猛嘿，电锯又升级了点，再叠加衣服的20%送速，感觉她比之前更强了。是啊，而且3A 好有默契啊。前方300米之后有一群人形仿真机器人，大家准备攻击。 600米后，上方电线杆上停着数百只变异机器鸟类。行啊，陈小飞牌人形导航，你也不错嘛，小飞鼠又来喽！我就不应该夸你。搞定！我天！ 秦哥，你们快来看！机器人在生产小机器人。大狗子，看机械狗，好多2星1盒呀！看什么看？不许看！机械狗才没有我可爱，它有我的毛茸茸吗？它们没有，也没有大尾巴和狼耳朵。 原来秦哥你还记得你自己是狼呢。我只是想说，我要过去收集2星1盒，密密麻麻几百上千只呢，这不知道能囤多少2星1盒。空间里的变异蝙蝠都是1星的，而且我现在一天要吃50几颗1星1盒了，感觉后期不够吃。不喜欢他们，喜欢你，要1盒，好多好多2星。 多多，你怎么又突然亲我？大家都在呢。下次想亲亲提前说，回家亲个够，这当着别人面注意点影响。喂！
你们几个什么毛病，一动不动的？快过来帮我们！哇哦，大狗子5阶的异能好猛！怎么，还有话要说吗？没有。我进去灭了这工厂，你们仨陪着多多多在外面警戒，顺便把这波机械狗给收拾了。我也要去。行吧，跟紧老公。推开。哎呀，久违的感觉。以前秦哥也经常这样，给我们分配点任务，他一个人埋头猛冲，太牛了他不升级谁升级？现在还多了个小班长，这俩人也真是绝配。主要是小班长是别灵体，咱们跟上去只会给秦哥帮倒忙，只有小班长能帮他。秦哥每次升级都挺顺滑，不怎么卡。我感觉我还差点意思，不知道打完这批药剂，再多打几场架，能不能突破这个瓶颈？那是什么东西？电子老虎？怎么这么大一只？全体成员戒备，坐标已发，银蓝小队请求支援。不要开车，这东西对声音很敏感，快停车！救命！何许小队的车辆翻了！小飞维护白树跟上。我天，这是什么盗版四不像？脸不像马，蹄子不像牛，尾巴不像驴，脚不像鹿，一整个乱搭，抽象，丑得离谱，一点都没有美感。你还点评上了，赶紧下来！我天，好可怕，差点燎到我翅膀了。一是之前有个工程师专门研究这类展示用的机械巨兽，末世后这东西也变异了。快救救我们小石！他的腿被机械巨兽撕咬掉了。我们小队负伤了3个，妈妈救救他们！3A 特殊作战小队已抵达，4中特殊作战小队已抵达战场。白鸽玫瑰综合小队已抵达。报告，后勤 B 组特殊作战队蒋安安已到位。这位同志，请跟我撤退。那东西不治思想。工匠部悬赏的那只4星变异机械怪物就是这个吧？开出1亿积分，肯定是了。真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上战场，而不是只能在后方支援。一电锯下去只能切一点点缝隙，不过我不相信他一点弱点都没有，身体的衔接处总会有缝隙的。我砍！我操！你这小姑娘挺行啊，胆儿真大，注意安全！对，再往关节来几下。其他人都专注他关节处，陈小飞的飞刀和白树的枪往他脖子上发射，大家往后退，小秦要放雷爆了。3、2、1，行，继续攻击。这人是谁啊？他居然能取代大狗子指挥。稳住，集中火力，别被他带节奏。多多，
出来！你吓死我了！没事。打死了！真的打死了！不错，大家支援的都很及时，人多力量大。哎，你说四周战队也很牛啊，和3A 比起来谁更厉害？肯定四周啊！四周战队成立的时间比3A 早啊，看年纪就知道了。这人是谁啊？从前面开始就发现了大狗子他们几个有点不对劲，扭扭捏捏的，死敌，竞争关系。不是，不用这样。行了，知道你有对象了，不用显摆。这位就是 T 妹了，对吧？你好啊！哎呦，好久不见，你们几个都长这么大了啊！行啊，挺出色的，没丢我们的脸。末世正式开始后都没见过面呢。四周算是3A 的前辈，末世前就带着我们出任务了，算是我们的半个师傅。那时候我们没少被骂，经常被骂得狗血淋头的，还挨罚。难怪呢，看见他们就乖得跟鹌鹑似的。原来特殊作战小队在末世前就开始秘密筹备了。特殊二字竟然是真的代表着特殊。好小子，5阶了，青出于蓝胜于蓝啊！真是后浪推前浪，把咱们这些前浪拍死在沙滩上了。行，好好加油！咱们要加油啊！现在归属于 A 市基地，和你们 H 市还是有点距离的。小飞都4阶了，不错不错，以前你最怕高了，现在都能飞了。白树还是这么冷静，精神术果然适合你。走了，回头见。怎么现在见到曹哥他们还是会腿抖啊？太可怕了！这种重逢真的又高兴又害怕。还好咱们不算丢人，这要是比曹哥他们差点，估计咱们4个还得被骂得狗血淋头。可不是嘛！大狗子他们看着人高马大的，在前辈面前居然怂怂的，也太好玩了。笑什么呢？居然敢偷摸笑话我！一盒不想要了？走走走，跟老公去捡一盒，别等会儿被别人捡漏了。收一盒就好，工厂里面的机械直接卖给别的空间系异能者，你别把自己撑成小傻子。许多多，够了，剩下的让后勤来收。还有好多。走了，你都收了大半天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非得做到这种地步对吧？收拾不了你了。啧，什么叫溺爱？这就叫溺爱。秦哥，你完了，完喽！被吃得死死的。滚！发电石在异室北面，一堆密密麻麻全是，好几个空间球异能者已经过去了。蒋安安也在，咱们就别凑热闹了，总部盯得紧。而且发电石对基地来说太重要了，事关基地运转，咱们也不需要那么多，平时有需要直接积分买几块就是。走吧，走吧，回家了。每次结束任务就想睡觉。我只想回家好好泡个澡。就是不听话，一会儿自己换一下衣服。小飞，去后面休息吧。老王，你的先开会儿，等会儿换我来。欢迎回到 H 市幸存者基地。辛苦了。快到了，好想睡觉。哦，我的小可怜，这香槟色小裙子真华丽。不过你们几个怎么累成这样啊？
跟被妖怪吸走精气似的。你试试3天内只睡几个小时，保管你比我们还飘忽。正在接收数据。这次议事任务，大家带回来好多金属材料哟，工匠部的人都快乐疯了，还有超多发电石，这下全黑日也不怕了。什么全黑日？你不知道吗？小冰河时期只是一个开始，全黑日之后全球都会陷入黑暗的，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呢。这世界真是要完了。哦，不，可怜的白毛小家伙受伤了。是异能者，刚外出作战回来的异能者。好可怕！他身上的杀气真重，快躲起来！跑雪把自己埋起来！快！朋友们不要激动，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人很好的。我先请假3分钟，去就回。朋友，白毛小家伙他怎么了？死了吗？没事吧？瞎说什么？没死呢。是乐一天。你会说话了，不过确实是好事，谢谢你记得我的名字。不过我叫乐天一。哎呦，你们俩真是半斤八两。前几天 J 市那边的一个行动，听说是打变异蜥蜴人，死了好多人。咱们小区的异能者很多都没有回来，还有位异能者抱着队友回来的，不让人把尸体带走。总部叫了好多心理医生都劝不了，后面是派出会造梦的异能者过来，才把那位死去的异能者带走。所以我很担心你们。谢谢你的挂念。唉，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辛苦了。给，小区里面的变异停火树结的果子非常甜脆，给你们分着吃吧。苹果塞在哪儿？毛能夹住苹果吗？我冬天的毛很厚还很长，就用了一部分编成口袋，可以装一些东西，不脏的。谢谢。兔子能不能吃巧克力啊？不过乐天一是人啊，应该可以。谢谢。你们元旦表演了吗？演了，得了第1名。我和鸡哥把奖金捐给幼儿园了，回见。哟，还关心人家赢了没有？哼，我要吃醋了。大醋狗子。哎，多多，别睡了，你要回哪儿？去我那儿还是回你自己家？行了，你不用回答了，我就是礼貌一下，你得跟我回去。大狗子今天要打药剂了，本来还想先回去一趟，差不多时间再去找他的，但他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去他那儿吧。主要大狗子那种样子怪让人不放心的，让人想要守着他。你先休息，我去洗个澡。牺牲了132位异能者。上论坛看看这市那蜥蜴人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据说这市只是其中一个据点，说不准他们还生活在咱们脚底下。这些蜥蜴人速度快，力量大，尾巴最可怕。这次议事任务抽调了不少顶尖小队，其他区域少了高手镇场子，伤亡率高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咦，忽然发现大狗子好久还没出来。哇，大狗狗身材真好。多多，你怎么突然进来啊？不怕，帮你。到底谁才是老公啊？怎么我被你压得死死的？让你走你不走是吧？想当个人你非要我当禽兽？行，你别后悔就行。大狗子为啥总这么娇羞啊？诗诗喜欢人可是坦坦荡荡的，不像狗子扭扭捏捏。议事任务的积分到账了，总部任务1亿积分，加上卖掉金属物资，3A 一共赚了1亿8380万，每人平均3676万，巨款啊！光用来吃都吃不完。不干嘛的话，确实能花上很久。做梦呢！装备不用买，升级一盒不用钱，等级越高，一盒越贵。忽然发现自己是小富师哎，家里好富有。3000多万，能买几套多多的小裙子？
秦哥，我只有一个，不会分身术，穿不了那么多裙子。什么？多多，你喊我什么？秦哥？不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但你喊我老公，我会更开心点。大狗子真的很难哄。这是蜥蜴人的事，同一仙级不同品种的怪物防御值不一样，机械雷比普通动物难打，蜥蜴人还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我看完了这世的战报，蜥蜴人弱点在尾巴根部，斩断尾巴能大幅削弱战斗力，但他们速度快，近身很难。132位异能者，栽在2000多只蜥蜴人手里。战场上永远别低估敌人，这是低估了蜥蜴人的能力。专注自己要紧，下次任务什么时候出发还不知道，把这批药剂打完再说。这个奇奇怪怪的世界，什么样的危险都有。马上全黑日就要到了，蜥蜴人最喜欢黑暗了。地震了！怎么回事？外星人来攻打地球了！全体市民请不要外出，请不要外出，有陨石坠落。陨石？什么陨石？我听错了，我还以为是地震。靠！乌鸦嘴，真被你说中了。咱们基地的拦截导弹真的有用吗？别看了，这么漂亮的眼睛，不该看这么恐怖的场景。努力有用吗？当然有，不努力的话，前期就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了。总部已经尽可能的保证大家的存活了，死也要努力到最后一刻。再烂还能烂到哪儿去？能活一天是一天。所以多多，等你清醒的那一刻，咱们俩结婚吧。好，跟你结婚。青蛙，别叨叨，影响氛围。队长总算男人了一回。都别气馁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只要还有吃的就不会太差。来做包子吧。小班长，我要大葱羊肉馅的，好吃。灌汤包，这个没怎么吃过。小班长，我能拥有一次品尝的机会吗？你们怎么还带点菜的？咱们不是一家人吗？王妈，你看看，咱们儿子小飞太不听话。我感觉再包下去，我就快成为包子了。这天怎么还不亮啊？都10点了，照理说，就算没太阳，天也该比晚上亮啊。什么？已经上午10点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论坛全炸了！完了，今天早上天怎么不亮啊？外面除了陨石掉落的动静，再没别的了。安静，好可怕，我好崩溃，崩溃到想下楼裸奔一圈，再学猴子乱叫，叫一下社区管理吧，楼上颠了。能不能别皮了？就没有一个正经人回答一下吗？我是正经人，但我不知道啊。好，看样子大家都快颠了，颠了好，全是拉屎的，没一个地址的。之前不是说全黑日要来了吗？估计提前开始了，总部都没来得及发信息，大家直接直面迎接。以后要摸黑过日子了？还好咱们能夜视，多多麻烦点。不过他有手电筒，还有我在他身边，问题不大。你在他身边这句话才是重点，对吧？你们别管。异能者们好好休息，暂停外出任务，在家等待新的任务指令。伙伴，秦洛暂藏演出后。快夸我，我可是记得把包子都弄熟了才去睡的，没有坏掉吧？很棒。尾巴。大狗子的尾巴毛毛特别软。我操，你怎么这样啊？说爆就爆，打个预警啊！这要是在外面一个腿软跪下，那多丢脸啊！你完了。吸药剂打完了，来研究院做下检测。这不是大乔家养的那些食人花宝宝吗？怎么跑到这儿了？妈妈
我天，还真是啊！居然敢背着主人乱跑，信不信我们打你们小报告？老白，你被花吐口水了！冷静冷静，他们只是食人花宝宝，溺爱孩子。离家出走，花不乖。啊！这崽子怎么这么难带啊？养娃真可怕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一个没留神就被他们跑出来了。你怎么他们了？弄得要离家出走？起因是我跟一位男同事走得近，最近在一起研究新项目，结果他们以为我要找对象，一个个闹着满地打滚，我都不知道他们从哪里知道后爸这个词的。估计是去基地大屏幕那边看8点堂狗血剧学的。基地在每个区域都立了个大屏幕，这些食人花宝宝们不怕冷，会跑去大屏幕底下扎堆看，绝了！再不走我就要收拾你们了！全黑日到了，你们还敢乱跑？多多，以后要是你真的想生宝宝，答应我，咱们要一个就好，行不行？小琴升级挺顺利的，没对身体产生后遗症。小王，你们3个体内数值也很稳定，预计7天之内就能生。你们几个目前的升级速度放在全国都是数1数2的，不用太焦虑。我呢？你也很棒，你的夜视能力不好，攀爬咬合力也一般，但速度和弹跳力很突出，可以往这方面多训练。姐姐你真漂亮。姐姐是很漂亮，我老婆能不漂亮吗？那她能当我妈咪吗？你做我爹爹。哇，竟然还有崽子送上门当儿子的！老白，你的最爱，快，这有位缺儿子的，你管他喊干爸，他肯定高兴。那你们可以做我爸爸妈妈吗？你可以叫我爸爸，叫他小飞妈妈。白素，你说什么？谁是妈妈？阿酷，你怎么可以乱跑？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，可是我没有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姐姐可以当你的妈妈呀，正好我不想生孩子。领养手续还在走吗？真的吗？这孩子看起来一点都不信任你啊。阿酷内心很没有安全感的，你们以为谁都像诗诗宝宝这么幸运呀？阿酷的爸爸妈妈在他面前变异了，互相啃食。自那之后，阿酷就整晚做噩梦，睡不了一个整觉。他经常脱发，内心敏感，但他是个好孩子。我想领养他，让他日子过得安稳一点。哇哦，小乔姐，这一刻你好神圣哦！你还有这么温柔慈爱的一面。你很棒。要是认战队的人当爸妈，天天都得担心出任务的爹妈安不安全。认小乔姐姐做妈妈的话，对阿酷来说是最好的。希望你能得偿所愿。你们这帮家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？快走吧，研究中心不允许无视者逗留。全黑日一到，外面暂停派任务了，有点无聊啊。后期基地说不准会开始减少食物。冈基教授不是说了，最后一次领营养液了，下一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如果外面情况稳定，还是需要外出打猎的。谁喊的无聊？异能者小队，正好，快过来帮个忙。有血腥味。我是真可畏，从 A 市新调过来的特殊处理局局长。这位市民被不明生物攻击，致命伤是脖子上的爪印。你们先帮忙封锁现场，疏散群众。3A 收到。收到。好恶心，我对这些生肉一点食欲也没有，看了好难受。原来我只是馋秦大狗子一个人而已。怎么了？怕了？没事，小概率事件。咱们平时总出任务，倒是忽视了基地里面啊。
原来基地也不是100%安全的吗？有人的地方怎么可能100%太平？概率问题。咱们基地算是好的，有怪物不是最可怕的，可怕的是基地里自己人干的，人心不稳才可怕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是蜥蜴人。基地里混进来了蜥蜴人，辛苦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后面可能要安排巡逻名单，回去等通知吧。秦哥有小班长在，顾不上刷平板，只有我们仨单身狗一睡醒才会刷平板。我们仨真的不要太惨了。昨晚又发生2起蜥蜴人袭击，晚幸都是异能者，反应快，只是受伤。看爪痕应该是同一只蜥蜴人。大多数的变异怪物都是畸形的，长相都不太美观，但这个蜥蜴人未免也太不美观了，而且上半身跟人很像，真的很掉散值啊。3A 特殊作战队第1批巡逻名单，柳岸区。咱们没跟这东西交过手，能练练手也好。干活了，小可爱。报告，3A 特殊作战队飞鹰已抵达目的地。报告，3A 特殊作战队白鼠已抵达目的地。报告，3A 特殊作战队王虎已抵达目的地。报告，3A 特殊作战队洛神已抵达目的地。报告，3A 特殊作战队多多已抵达目的地。3A 全体成员已交位，请总部发布指令。总部收到，天气恶劣，敌人狡猾，请作战小队务必小心。嘿呦，任务正式开始了！北边一切正常，西边一切正常，东边一切正常，南边一切正常。不错嘛，很有模有样，我的小班长。继续，我就不信那蜥蜴人能躲一辈子。总部加固了地基，土层被隔绝了，感知不到太深的地方。不着急，真这么容易解决，也不会出动这么多人了。蜥蜴人一早上没动静。在这儿！老白，抓紧！尝尝这个！3A 特殊作战小队洛神报告，目标在柳岸区出现，坐标已发送。总部收到，已联系最近的作战小队接应，请注意自身安全。明白。别想跑。小飞、小白干扰他，老王注意加固街道地面，别让他钻空子跑了。收到。收到。收到。不能再往前了，育儿院那边开战太危险。小飞、小白去前面围堵，双面夹击。呜呼，收到。蜥蜴人的弱点在尾巴根部。姐姐好厉害，打怪兽！是超人，不是超人，是我们基地的战士哥哥姐姐。快过来，宝贝们，危险！遇到战士哥哥姐姐保护我们，要怎么做？要保护自己的安全，不给战士哥哥姐姐们添麻烦。好，乖，离窗户远一点。我长大也要像这个姐姐一样厉害。不愧是3A， 目标已被3A 特殊战斗小组剿灭。2星的蜥蜴人，你们自己小队单打独斗就解决了，太强悍了。还行，没点实力在末世也混不下去。你们小队战绩也不差嘛。
你们新队员挺厉害的，代号叫什么？什么代号？倒是提醒我了，多多还没代号呢。小班长不是叫多多吗？那就叫多多好了。代号这么正经，你看你说的像样吗？小乔和莫恩亚他们不总爱叫小班长宝儿吗？要不叫多宝也行。叫多多就很好，爷爷奶奶给起的名字。别的孤儿被捡到的时候，可能还有衣服或者是褥子，但我被捡的时候什么都没有。爷爷奶奶说，那就叫多多吧，以后什么都多多的。我觉得这个名字就挺好的了。叫着鱼，取自《山海经》异兽着鱼，也叫邹无。着鱼是神话传说中的人兽，不死的存在，虎躯虚手，白毛黑纹，生性仁慈，连青草也不忍心践踏，只吃用自然死亡的生物。小班长变成丧尸都那么正直，着鱼的品行和小班长很贴合，丧尸又名不死者也很合适。这个不错。哇，这神兽长得还挺帅，跟小班长一样又帅又可爱。配不上，怎么还跟神兽扯上关系了？我哪有那么高大的品行啊？人家神兽不忍心伤害小动物，我肉吃的超香的。不行，这太尴尬了。多多同志，怎么配不上了？就是很贴。咱们小班长就是史上最无敌、最心善、最温柔的小丧尸。小飞说的对，我告诉你许多多，你除了太爱我，就没别的缺点。队长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。那什么，反正你知道你没什么配不上的就对了，就叫着姨了，我觉得挺好。既然他们都说我配得上，那我就是配得上。就叫这个。好，我现在就登记资料上报总部，审核通过了。挺酷，老婆帅死了。酷！为了小班长这个新套号，今晚必须庆祝一番。今晚吃顿大餐吧。我看你是单纯嘴馋吧。老白，不拆我台你会死啊！工匠部为满足全黑日任务需求，新研发了支援飞艇001号，马上要开新品发布会了，邀请咱们小队去参加。新品发布会现在吗？可是马上要除夕了哎。飞艇？这还是地球吗？工匠部也太牛了，去，必须去看看。媳妇儿走，我们去挑一套漂亮的裙子参加。哎呦喂，大餐没吃上，吃了一嘴狗粮，秦哥你够了。王哥好久不见，想死你们了。秦哥和多多姐结婚了没有？生娃了吗？哇哦，多多姐还是这么漂亮，论坛都在热议她斩杀了蜥蜴人，超酷的。莫名想起大乔那堆食人花宝宝是怎么回事，新崽子话都这样多吗？白鸽玫瑰小队也太舔了吧，那可是3A， 光靠舔要是能搭上关系，我也想舔啊。大狗子，看飞艇。由于全黑日的到来，外界衍生出许多黑暗中活动的危险生物，普通的战车已经不足以保障战士们的安全。我们研发了支援飞艇001号，这是一架集攻击、支援、照明为一体的飞艇。除了全黑日的照明需求，还包含了少量的急救设备。由于时间紧急，攻击性能还没开发完毕，但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一定能完善它。我们愿意用生命保证出品的质量和安全性，愿意为了全人类的未来而尽心竭力，誓死保障战士们的生命安全。能走到今天，要多谢在座的每一位，以及奉献出生命的英雄们。人类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，还好我被大狗子捡回来了，加入了3A， 还好大家都还在。除夕将至，大家欢度春节的时候也要感恩前人。基地的陵园已经造好，愿意的话，大家可以去祭奠一下他们。安息吧，你们的牺牲不会白费，我们会接好这一棒，为人类守护好这最后的家园。大狗子的父母都是军人，好像在末世前期就牺牲了。这里躺着的也大多都是他的战友。谢谢你们为人类的付出。来新任务了，这次的任务地点在瓦国，是国际联合行动，要收集发电石，酬劳1亿5千万积分。这是直派任务，没法拒绝的吧？确实是，要求3阶以上异能者才能参加。国际战啊，有意思，干就完了。干他丫的，走！前辈再见，我们去了。这剪裁可以啊，总部这方面都那么厉害，
这腰身看着真是流畅。咱们总部的审美还需要质疑吗？果然我这个队长帅的话，你们这些队友也不差。怎么感觉他们都越来越高了？一盒稀释药剂还有长高的功效吗？为什么就我长不高？太欺负师了。自己一个人瞎琢磨什么呢？眼珠子滴溜溜的转。你竟然推我！你不爱我了？又是你们玫瑰小队，挺有缘啊！秦队好，定不负使命，不给你们丢脸。希望这次也能是一次愉快的合作。必须的，为国争光。妈呀，我还有点小紧张，是怎么回事？淡定，多多，你害不害怕？紧不紧张？不怕，还挺刺激的。你害怕的话，我可以抱你，像你晚上总喜欢钻我怀里的那样。都说了，这些话不能往外说。1号门已关闭，2号门已关闭，起飞倒计时